对的，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淘汰赛竞技图。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肥嫩路对阵 T 速在左上角，然后第二场是北京 WBG 对阵朱雀，第三场 GR 对阵 RC， 第四场 M2C 对阵 Axis。是的，要到明天进行我们1/4决赛的后2场。是的，因为今天我们的赛程是变成了BO5嘛，那看一下第一场的话是 FL 对阵 TE， 中间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颁奖环节，最后是北京 WBG 对阵到朱雀。是的，被对面的一些角色给针对到。是的，对。所以说拿弓箭手单防跛脚羊的话呢是不太够的，对，配备跛脚羊的一个熟练度。医生肯定是不会给你放的嘛，前2手搬掉。但是木偶师没有拿出来的话，后手补的角色还是一个气象学家，感觉他们有点太过于担心佩佩的其他角色了。对，是的，对吧？没有把重心放在跛脚羊上，就感觉跛脚羊他们可能凭借自己的基本功，结合一些小道具可以溜啊。但是毕竟这张地图的话，原来也是当跛脚羊主场图打的，对的，压力还是有点大的，说实话。是，最后这边选图是补出了一个十字形，那这样的话就看一下，对于跛脚羊来讲，他前期能追的角色其实都还行，都能追，对，都可以去压一下，或者说赶一赶求者的位置，攒一攒自己的愿力，然后再去找自己真正想追的那个角色。是的，可能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啊，左手边是莫莉琳啊，莫莉琳的话呢，应该是前期不会成为被追的对象吧，还是一直在找。对，在找，好像就是想奔着莫莉琳去找，但是没有找到，但有点一个反拉，擦肩而过了。那再往这个方向排是没有人的。是的。不过往回走的话，回头对，这个位置应该能看到了，因为莫莉琳在破E啊，所以说这里确定肯定是知道他的位置了。是的，但是莫莉琳已经转到一个比较好牵制的板区里面去了。是的。前期的话，幻灯石确实不是很好追啊，上来道具就是满的。对，就感觉好像在他进入冷却之前啊，都不太好释放自己的愿力。对。但佩佩这个位置预判说可能回头了，拉开了更远的身距。是的。那现在这个笼子可能还是要等到一个具体的一个身距。看一下这个笼子起来，这一刀，哇！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堵了。对，这个距离没有把握好。对。你看，这要是木偶师的话就可以翻，是，对吧？变一个路易直接翻就完事儿了。想念木偶师的第一天，但你关键莫莉琳他本来也是打木偶的。是的，就是我觉得这张图也会让他们去多防一点别的角色了。是想太多了，这个 BP。不过整体来讲的话，因为确实前面通过一个身位的躲藏，还是拖出了一定密码机的。现在密码机也是2台半的一个进度。是。但对于求者来讲，主要是守墓人提前过来了，导致密码机其实没修特别多。对。一波震颤震开，那这样的话扛一刀。那就看一下能不能26。对，能不能把这个技能给逼出来吧。是。对，因为他自己的一个技能 CD 也好了。对他的话，马上就有2个人物头。哇！但这个有点准，因为他正好卡在了下板的一个瞬间，你也没有办法交道具或者走位。可能这一波对于莫莉琳来讲，就是先优先倒得远一点，看后面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一下牵制啊。对的，主要是这样也是一个直角龙，那这样的话，对于求者来讲是没有太多能够去反应的时间的。对，而且他这个静物投影好像也给的有点晚，就是最后一台密码机摸的有点慢了，导致他静物投影废了一半，没有配合上。对。而且刚刚第一时间是通缉到了弓箭手的一个位置的，所以说佩佩他也知道，是弓箭手在这边卡人。现在对于莫莉琳的任务来讲，就是一定3-6要把闪现逼出来，要不然这局要崩了。是，来看一下这边怎么救，先飞轮直接拆得很漂亮。那这样确实给到了一些2次牵制的空间了。是，人物投影能不能这个后撤有点远了，但是回头打到了。他好像在交互，没有办法收。对，但是也没办法嘛，你不太清楚这个板到底要不要下。是，紧到角落让卡头过来保一保，去看能不能弥补一下这个时间。但这个位置手里是有闪现的，那把状态打掉以后，卡头的压力就非常大了。愿力太多了，主要是。对。你这个牵制就没有消耗什么愿力的情况之下，你让卡头过来也很难受啊。是，所以卡头这个位置只能射一箭，这一箭空了，全掰了。那就得走了，但是这个身位我感觉还是现在有点走不了了，对，很危险了。对，他只能就站在原地牵制了。是，这个笼子可以直接把卡头框出去，来看一下，能这样操作成功吗？回头避怒先躲一波。对。那这样的话有可能，怎么又空了一下？龙骨弓又没命中。对，因为如果能命中的话，其实这个笼子是能够安全的度过的。对。确实前期的这个优势吧，你想跛脚羊他大部分时间是维持一个满愿力在打，说实话很难让求生者去应对的。对的，然后来看到密码机，麦克也只是把自己的第1台补亮了而已，这把还差一整台密码机。是，差太多了这局。
其实现在对于球上来讲，就必须下来的人要再拖一会儿，至少拖到最后一台密码机修到40-50的进度才有的打。对的，但对佩佩来讲，我满愿力怎么可能给你那么轻松就把人救下来呢？解拆距离又拉远，对，现在得赶紧往这边贴了。对，再给一刀，哇，还得再开补了一个龙字。不过好在还是能救的，对他愿力不够，再放一个龙。对，这个时间卡的真的太好，太细节了。对，那现在卡斗。他的一个机会就来了，因为刚刚队友这边是帮他消耗了比较多的一个愿力的，只要能废过这个龙字的话，他们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。是的，来看一下这个龙骨光命中。是的。哎，卡斗这个博弈，佩佩离他还有108000里，他要钻笼子吗？是的，我觉得有点预判的太多了。那这样的话也是直接传过来想守一下密码机，不过因为守门人他手里有道具啊，那看一下能不能打掉气象的一个状态。守门人肯定要找没人的地方出产，他不敢在密码机旁边出产的。但这个时候看到出产，想要去找麦肯，能看到吗？还说回头就要去处理气象。不过这个龙字的话没有框住，但手里有一个强风，然后看这个龙字能不能拆掉飞轮。要。双方都在等。是哇，佩佩这个速度太好了。哇，刚刚那也还是没有打到啊。对，但麦肯回来了，因为他铲子 CD 好了。是加上卡头已经把自己的一个绝处逢生交出来了。对。拖传送吧，这时候肯定追麦肯，逼他一个铲子。然后交了铲子之后也只能继续追，因为另外2个人的位置离太远了。哎，不过这个的话也没有框住。对，得要再补一个才行。是的。球生那边的话也是直接开一台新的了，因为这台密码机实在是不好站，大家也调不了状。但是在最后这个铲子快消失的时候是打出来了，反而是让麦肯这边非常赚啊。对的，是卡斯蒂那边也是暖雨回状态。对，卡头另一边把密码机也修到50多了，这位置佩佩只能硬着头皮去把脸上的守墓人处理掉。处理掉守墓的要。对。倒了。但是外面的密码机已经是修的差不多，而且卡斯基的话状态也是拉跑了。往那边牵嘛。看看能不能挂到前面那个椅子，然后去干扰卡头。密码机应该是能够压好的。对，差不多。开门战的话呢，放了。想放了再打一波。哎，那这样的话会多一点时间啊。他会让密码机压的更多一些，现在没什么机会去。对。回头骗飞轮，没自愈啊，还行。没自愈啊，这一波。但是不过这个密码机进度太多了，对，密码机进度太多了，只能抓一个时间差，就是守墓人还没摸到另外一侧的时候，能不能把卡苏给击倒比较难啊。对，主要是卡苏利这边是个满，相当于一个满状态啊，手里个强风还命中了，差一点就拆掉了。主要这个强风只是顶住，但没有拉开身去。对，那这个时候佩佩可以回头挂人了，因为他处理接下来的气象可能要花更多时间，但是回头挂人就没有人能救了。主要知道气象没有国王反照，对他只能换守墓人，守墓人也没有道具，感觉可能要直接亮了吧？哦，然后换位了。换位要打换位，换位了，那还得再拖，这把还是有风险的。看到卡苏给过去了，那也知道麦肯会跟他进行一个换位。但问题是那台密码机的进度是不太够的，对，不太够的。但佩佩也不敢出去嘛，身后96的机子可能可以抓这边的人，可以抓这边人，这边毕竟没有回光返照。是的，不过这击倒很漂亮，而且手里还有传送。有传送的话，没事，先挂，对，先挂，先求稳。对，打一个疲于奔命，传送留到开门战，如果有的话。这时候对面密码机可以理解是压好的，然后传送留到开门战，麦肯再这样奔波过来救人，就看这波能不能排到救人的人。但是他绕的是后面的一个建筑，佩佩是直线过去的，所以说这样会让麦肯贴近这个椅子的一个身位。打一刀的话，他能吃一个回光返照，看到底是能不能先救下来。没错，打了波针对，是打到针对刀。另外一侧门贴的会很近。对，再击倒，手里有传送。对，可以先挂，可以先挂。我觉得这局佩佩甚至可以就保稳，我就拿下3抓，不要去争4抓也可以。是的，因为你要争4抓的话，毕竟击倒2个人都是有自愈的，对，是有风险的。这边离门也比较近嘛。是的。那随着里面卡头把门点开。来不及了。对的，第1回合佩佩上场搏抢，我觉得他这个思路真的非常细节，处理得很好啊。我觉得主要还是锁了我要让监管打台球的。对，前期的最基本逻辑就是我 T1不想打你砸我伤，我就搬了一个医院搬军工，对吧？前期的话我击球点太少，是我上来先追幸运儿的话，那大副密码机没准够了。对，要看幸运儿到时候50秒之后怎么样去跑图了嘛。对对对，而且我觉得幸运儿在这个点的话，一方面也可以找弓箭手帮，另一方面的话往那个方向转点可以进大房。对，看看他怎么去转点吧。选择进其实倒是没有什么太。也确实是先往神坠的一个方向去改一改。是的啊，9点的话呢不太够用。对，先不着急，先攒着嘛。对，确定这边神坠可能往大房方向走了，然后再去中场把猫猫也赶走。对，猫密码机可以封一下一会儿啊。
那现在意思好像是想直接起追，对，就是走地攒4个机油点，攒5个机油点，然后准备起追。是，然后在追击的过程中去封密码机。那能看到，其实猫猫也是把刚刚那个位置给让出来了的。手里摸了半颗球，上车。这个交互点的话卡一下。哦但是这刀有可能要拿到了，对的，要交道具的，要交道具的。对，要直接拉到大房里去了。那这个位置再上车，而且还能把中场猫猫的密码机封一下。是的，那这边还想再骗，但是没有上当。对，前面有一个窗，可以用窗台没去窗，那去窗还要进板，对，再盖下来，这个惯性是躲掉了，但是前面的平地上可能会有点危险。对，这刀应该是有可能要拿到的。但是及时拉球了，有道具，非常漂亮。那张涛手里飞轮也拖好了，飞轮躲一刀。不过可能还是要对，还是要平地吃一刀。但是你看他这个牵制时间已经非常成功了，再加上中场密码机虽然是被干扰了，但是他一直在这个角落去牵制。对，其实他是没怎么封密码机的。对，就是稍微干扰一下，稍微赶了一下弓箭嘛。对，不过现在的话比较难，因为主球的话已经解锁了。那看一下这里，想要躲主球就得吃。还是尽量多拖了一会儿，拖时间嘛。对，还不如吃主球呢。刚刚是对，就是如果我是必吃这一刀的话，我就钻进主球里躲一下。是的，对的。然后比较细节的一个牵制。对，你再看这个时候，梦露已经躲在角落了，已经准备好过来进行救援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对于皮皮叉来讲，也有说再回退一下密码机的机会。是，这位直接发现，但是木偶是不着急啊，到时候变一个路易直接上手掏就行了。是，当然也要看一下主球，要搏一下主球。这边没有选择交路易啊，可能也是比较求稳，怕没有木压成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对于木偶师来讲，我也不用去博弈主球了嘛，正常救就行。对。你看他其实这一局的话，密码机进度几乎是没有回退到的。是的，刚刚在椅子上的时候，另外2台密码机对都在修，都在点亮，其实你就是基本上没有回退到。对。但对于他来讲，这一波上移是一定至少要干扰1台的，对，不然这个破译进度是有点快了。对于监管来讲，是的。那挂在大房的话，这台密码机肯定是可以干扰一下。但是大风这个时候过来套个化险为就可以直接把人带走。这台密码机的话呢，应该一会儿还是要给梦露修的，猫猫一会儿要过来跟一下。对的。主球已经交了，大副这边救援压力基本上没有。对，那个位置主球其实还一直会受到椅子上的影响，消失的会非常快。板子下掉，刀直接给大副，又把手里道具省下来了。沈队这个位置还有一波板弹可以蹭。哎，他们这边求生者的策略好像是说抢1台，然后最后留一个远点的3台机去修。好像这个策略还挺有意思的感觉。我先把位置比较差的密码机给亮掉。对，而且猫猫好像也来了，猫猫来了，是到大空地上准备好了。对。看这波皮皮叉没有想着去压，所以这波主球直接给你的命中核心吗？命中。可以，但是看这个主球是收到了弓箭手。对但主要还是因为在个空地嘛，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牵制。飞轮啊，这个时候要拖了。秘鲁的位置有点差，主要是，要不然能省个飞轮。要拖龙骨弓，来得及吗？2秒钟、1秒钟，龙骨弓要蓄力了。但是他的位置不太好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停了一下，能命中核心吗？命中了，帮忙扛。还是没关系，那没招了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时候猫猫可以走了，拖了很久了。对，大房那台密码机2个人已经抢到50多的一个进度了，但还是亮不了。对，除非这个人挂飞之前能修开嘛。是，主要是那台密码机回退2波了，时间花的比较长了。对，主要他们俩用这个时间调状态了。对，也不是说纯抢。是，因为你不确定弓箭手到底能拖多长时间啊。对的。对，他们这个打台球手的策略还是挺让人意外的感觉，就是我。既然2台机都修不亮，我先尽量把1台抢掉。对，而且你看他们这个思路很干净，没有任何多的一个操作，还在骗。那这样的话就不太管了，因为你这边本身也是一台新的密码机，还是去看一下猫猫那里。这个位置要直接上楼，但是猫猫可以直接荡神啊。对，我觉得他主要还是封一下这台密码机。大房那台应该是已经守不了了，他只能守其他的这几台。是，哎，还要去找吗？那李宝这个位置直接修掉，那会有点浪费自己的一个击球点。对，那这波可能说5秒钟之后就要下车了。其实对于皮皮叉来讲，还是赶紧做到一个手里有人会比较好。这边要可能交个闪现了。对，要交闪了。是的，还是要回来找梦露。对。那其实这个策略我觉得还是奏效了，是吧？他们这个先抢1台的策略。抢完1台之后，另外这盘密码机甚至有一台2楼，是感觉是非常难控的。而且你再发现李宝因为第一波他是直接上来救人的，手里道具是没有消耗的，所以春者有很
大的一个运营资本在手里。对，现在有点逼的皮皮茶说，我还是要优先管一下你这边的一个密码机。对，但要这样管下去的话，其实密码器会掉的非常快。对，因为另外一边也有人在去破译嘛，对是没有办法同时管到2台，他们已经是留了一个距离比较远的一场了。他刚才过去补了一个击球点，然后放了个主球在那边啊，收了。那现在猫猫可以修，主要现在因为梦露他把闪现逼出来了，现在就是猫猫和李宝都是完全不吃压力。对，就是确实比较难控了，现在对皮皮茶来讲，而且刚才他的一个赶路浪费了太多的击球点。是的，猫猫那个位置根本不着急啊，只要不吃主球就行。对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这要被逮回来有点难受了。哎，大福这个位置有机会能偷。对，因为他的注意力完全在那台密码机上。对，完全没有看到大福。但是现在他应该确实要过去了，因为你再追这边的话，那个密码机就要够了。皮茶这边瞄准了半天，但是人几乎是被无伤偷下来了。对，还是想过来压一下。想管一下猫猫，因为这台密码机太多了。我觉得 T 这个策略真太好了，他把3台密码机离得太远了。对，现在让皮皮茶的击球点都不太够用啊。是，然后那边莫师已经跟大福正在补状态。主球拿一刀，但是我没闪现终结不了，我要等下一个主球。下一个主球等了之后就陷入一个循环。猫猫虽然说可能会倒这边，但另外一边状态调好了，又要修密码机。是，这一件又命中核心，再拖这个惯性的时间。对，很漂亮，真的很干净。过来这个点可能主球好了，这个点应该前面要倒了。是的，就尽量往边上去靠一靠，因为队友那边的话在破译啊，这里的话要倒没办法了。是的，这个点躲主球就躲不了刀啊，飞轮的话只能躲一个。另外一侧梦露已经在修了，然后再派李宝过来救，而且你看，李宝他的表就是一直是满状，一直是满的，满的表啊。这项状态也被莫师打起来了。其实你看他亚健康状态跟健康状态没什么区别。对，都是能吃一刀嘛。你现在还不敢轻易过去了。对，过去这边密码机太多了，而且我现在过去的话，我也要交闪，交闪击倒这边密码机压好了，大福再过去救。对，两边打拉扯，对，打得很聪明，特别干净，而且留的密码机除了2楼那台，2台密码机离2个门特别近。对，对吧？这个策略我觉得一定是研究过很多次的，在季后赛拿出来。那看一下密码机是有点回退到了，那看这段时间能不能解决掉。对，小猫猫，但这个交闪没关系，我可以摇表强救啊。李宝手里道具基本没怎么消耗过的。对。想往另外一侧密码机去，想挂地下室。对，这边有个地下室在。挂地下室挂不到吧？感觉有点远啊。这是张狂线上的，但有可能。但他走了个近道，应该是够。对，走了一个近路。那这波不着急了呀，莫师来了。对，那另外一侧就大复修嘛，我就不用摇表。换一台密码机。反正密码机是稳够的。是的。对。但地下室毕竟是台球手的一个强势点啊，这个等救下来上面主球打出去，然后这个位置给一刀就行了。亮。没有压好。对，刚刚没有压好。被收了。那这边的话还不亮吗？再等一波吗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莫师他很尴尬，因为这样可以不太管这个大。这个弓箭手是挂飞，为什么他们压好了不亮呢？对啊，可能怕。你站起来再吃一刀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对。站起来再吃一刀也可以的呀。保一个人出去啊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皮皮茶就锁到脸上这个人嘛。不过我觉得其实追木偶师会更好一点，因为毕竟大副的道具都还在，这里是有一个地窖的。地窖的来看一下。但第2段表没有摇到，第3段表应该也不太。而且台球手应对大副走地窖的一个经验还是比较多了，就是你比较难去实行到这样的一个抢走的。是的，现在李宝必须要走到角落里面去，把接下来这块表真的很难。这刀躲了一刀，没打到。这个主球会在这条线上来回。看一下来得及吗？还有最后的10秒钟，有点距离拉开了，看一下，应该这个地窖感觉有可能要走，对，有可能要走，不够啊，是的，表要冷却好了，只要表摇出来，是摇表，看一下主球地窖来得及吗？主球5秒钟、4秒钟、3秒钟、主球2秒钟，第2段表马上就好了，能补上吗？夺主球直接跳了，没办法了呀。哇，真的，我觉得，因为它可以传嘛，是。可以传走，只不过小女孩这个角色，无论放在前期、中期、后期，还是都扛不住压的。她唯一能扛压的点就是开门战能扛压，对，比较保稳的。是的。选在桥上的话，其实两边应该也是做好了一个牵制的准备的。那依旧的话，可能要小女孩过来救。如果是被压的话，是的，是的。对，佣兵的话呢，他就是离得太远了，安心修机。先把他第1台修开。对他第1台可能还要被封，是吧？我可能还要去2战。是。就是这局佩佩这边的一个追击目标就放在卡兹基身上。终点站这边的一个飞行家，那前期我觉得其实他的一个牵制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对，因为这边的话，其实前期是非常公式化的一个牵制啊。
哎，但是这个板子没下，但感觉第一刀就有可能要贴近了。交背包应该还是能够进入到这个板区的。是的。第一刀的话，其实就第一个喷气背包交的还是比较早的啊。不过这个点的话，我们预期也是至少交一个小喷的。对的。没有什么问题，前置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也是利用到自己的一个窗弹，有一个加速加高喷，看会不会回到。这一波直接把他的一个隐跃打断了。对，那他只能往后回速，这样两个人的一个身位就拉得非常开了。不过佩佩这边交回速了，对于飞行家来说就更好溜了一些。对，这个站台我就没什么威慑了，没什么压力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还是贪了，是他想贪那个弹射。对，但是以刚刚的身位，我就算不要这个弹射，也追不上呀。对，你是一定要踩板的。是把板子拍下，你手里还有飞行器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蹭这个弹射呢？对，就算他想抢闪你一刀，你后面有道具还是能牵制的。那这个风险实在是不是这样的话，小女孩救援其实也挺有压力的。对的，主要是小女孩这个位置有点远，别翻了，别翻了！天哪，我现在看到他们，对吧？就真得换人来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卡苏基说 ：“This is for you， 莫莉莉。”那这样的话，你想他一个救援是2个人还打掉了佣兵的一个状态啊！那这一把对于 FL 来讲，前期的一个节奏实在是太差了。我怎么感觉这样的剧本我好像看过呢？前期好像牵制挺稳的，但突然又吃了个震慑。对啊，就不久之前嘛。对啊，好像在第一回合就发生过啊。哇，这边还省闪了，对，闪现没吃出来。那现在要赶紧把小女孩的状态给调整起来，她一定要把第2个化纤维给套上。对，现在感觉求生者这边全部都已经乱套了。这局毁的程度比上一局还要更毁。对，因为状态打起来的话，还有一个佣兵在外面的。佣兵，你们知道佣兵是从哪儿来的吗？他从旗舰那边过来的。你们想想佣兵的来时路，一路跑过来救了个人，然后把状态打起来。而且小女孩现在又有点被拦住了，要不佣兵对有点危险的。还好，再说这个能救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佣兵这局光跑路了。就如果把跑的时间放在密码机，都修开1台多。现在还不敢修，还要调状态。对，因为你一直没有人逼出来这个技能啊。是闪现还捏在手里，到时候佩佩切个传送落地，你要是敢修，哎，谁修谁倒。对，现在就是准备去跟开斗单挑了。开斗的话就硬修。对，但能不能开？现在是小女孩跟佣兵2个人去调状态。对，他们肯定要调状态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我相信佩佩他一定是猜到这边肯定还要补，所以他到时候很有可能说，我先切了技能不着急，先来这里边排一排。看他怎么打吧，反正现在就赶紧续2手节奏，这局是比较好打的。把佣兵摸好了，佩佩转回头去找人。小女孩这边传走，终于发挥出小女孩的第1波作用。对，那就是第2波，第1波是化险为夷。对，而且有个问题，你这边前期的节奏比较快啊，终点站这个4连根本就没有机会去破开的。对。这些密码机都还差比较多，不过现在是一个排人的环节，就看佣兵能在这儿牵制多长时间嘛。因为我觉得他的一个牵制就是建立在他的一个躲藏上了。对。因为一旦真的出现了去溜，就算有护腕，也不见得能拖多长时间。是的，但是我们发现佣兵这个耳鸣卡的真的非常好。对，那么现在也没有看见。哦，回头那应该是看到了。是那。但这波排人排了30秒，感觉 Final 对佩神还是有研究的啊。前期给一波节奏，然后强迫佩神排人。没错，你后面的话，只要是我们调状态的时候没被找到，对吧？那其实满状态还是有机会牵制。又开始了吗？这是？不至于吧？回头不能吧？这不是刚追到一半吗？对啊，手里有闪现的，这波直接交闪就可以了。但其实佣兵最好不要倒在这边了。这个护腕其实弹出去还是要对，没什么太大的。又省闪了。是。这边终点半场密码机还是破不开，到时候4连又要去打道具打状态。对，而且主要是你们现在没有化险为夷带开了，对吧？我可以一直把人压在这个连击这里的。对的。哇，这一局真是太混乱了。但是密码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不够。完全没有机会够。对。也不对，好像有点机会。但其实比较难。佩佩手里有底牌，到时候实在不行切个失常也可以。他们只要控得住，手里有人就行。就看这一波能不能让佣兵再稍微溜一下啊，逼个闪现也行啊。对。哎，佩佩后面要无伤救了，已经开始贴过来了。哎，没事，还是能看到的。他不想让他有一个这样的交换的一个机会啊。对。那其实带走还是现实的，因为我有护腕。哎呀，我觉得打断，不是弹的有点晚了，就是觉得你的意图很明显啊。我觉得佩佩这边是很稳的，你弹的话我就不交了。你要是真不弹，给我一个时间，那我就打断你。对，对佩佩来说太简单了。就是佣兵贴近密码机会干嘛呢？不会去。他不会想修吧？不会想修吧？只能说是要去弹了。对。那就看这波排人了。我觉得排人好像真的有点
难到佩佩了。但是这个位置耳总能排鸣起来了，耳鸣起来这个位置其实很经典，就在最里面。不是他，就算找不到也没关系，因为你这个人是要出来救的，你只要救这个人，你一定会暴露在我脸上。对，很极限了，这个淘汰就跳得来了。小女孩正在出发，小女孩可以随便救的，主要是。对，是的。我觉得可以卡位，不着急打震慑。但是他有那个树叶。对，想要去搏，来得及吗？有点极限，有点极限。还是卡到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得附身保一会儿。不过密码机差的还是会比较多。哦，这个不用着急吧？这一波。还是差个半台密码机的。对，那这样看的话，小女孩发挥出来她的第3波作用。是的。对。你别说，这一局小女孩的作用非常大。哦，这边要下来扛。对。OK， 这波扛到第4波作用。但是佩佩不着急，我可以挂。是的。场上都是半状态，到时候下一波救人还得倒。再加上我虽然手里底牌切，但是我能挂到遗产机。是。就还是桥上这台永远秀开。对。主要密码机都在终点了，佣兵你在起点该干嘛干嘛吧。摸道具吧，真的。是吧？先摸根针。但等他摸完针再赶过来，这边小女孩可能都已经淘汰了。对，时间拖太久。对，佩佩也不会给你这时间。那你调的话，我去找小车家了。对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感觉就是FNDLU他们每次进入到这种水深火热的时候，反而是很顽强，稳下来了，对吧？对。就如果能把这个怎么来，如果把这个节奏往前期挪一挪就更好了，对，是吧？就整体发挥均衡一点会更好一些。是，回头再博弈，那另一边佣兵也得卡过来，他没有时间去，但是他摸了颗球，很有说法。对，这边传过去了。也是逮到了佣兵，但佣兵其实现在很尴尬 ，Miken 他也是个挂飞，对吧？我就算把小女孩换下来了，两个人全都挂飞，我再随便击倒一个，还是会进行淘汰。是，再像场上密码机已经停滞了将近1分钟了，没怎么修过的。佣兵已经是一个挂飞状态。对，那我可以就直接把佣兵捡起来。先挂吧。对对对。因为现在手里没传送，其实要争分夺秒的去减员。对，是的。手里有传送的话，你还可以去。再追着小女孩嘛，是，然后佩佩这个位置可以在身后留个影子，然后一路去压外面小锤的位置。对，他都管一下卡斗，因为这2台密码机离他还是比较近的，而且进度也差比较多，他就稍微驱赶一下，把自己的传送拖出来，两个人都修不了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发现停手就可以回速，回去莫雷林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，还要打满局博弈。手里只有一个输液，弹开了，但是没打断。对，可能得博板了，还得倒。但是他是挂飞哦，不能挂的。不挂。我觉得可以牵过去。开头那台密码机刚刚佩佩是听过的，不算特别多。地窖的话在桥边啊，地窖在桥边，所以这一波还真是不能挂。挂了的话，卡斗有很大的概率能走这个地窖。所以这个佩佩发现密码机停下来，我就往前面去排这个耳鸣就可以了。只要手里有传送，但下一波真要挂的话也可以。对，因为小女孩那边是有个密码机的嘛。对，是的。相当于人机同手了。对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慢慢把终点这个半场排掉。有点歪了，但是这个方向排完就应该确定人在后面了。对，你不可能跑那么快跑到那边去的，没那个时间。是，耳鸣还没起，然后看一下小女孩。哎，这个位置你看耳鸣起来了，那就其实确定了。哎，佩佩，耳鸣消失了，耳鸣刚刚是在哪儿消失的？我觉得不能再拖了。再拖下去，下一波小女孩起来，可能说再拖一点时间，到时候就会倒地淘汰。对，是的。FNDLU他们想拖的就是个时间点，所以佩佩这个时候回来找，能找到吗？应该能看到脚印。好，看到脚印了，那还好。小女孩这边自愈什么时候交呢？还是干脆不着急交了？可以再等等，等大概20多秒的时候，这刀没打到，进度再往上涨一涨就可以起了。下一波看这个输液怎么这个隐喻怎么交。哇，卡斗这个牵制是还是非常秀的。对。但我觉得这2块板都没了，我觉得可以倒了。他手里还有个道具。对，可以倒了。这个地方是真要倒了。对，还要再拖一下。对。另一边小女孩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倒地淘汰的状态了。所以现在看一下莫雷林爬得很远，他要尽量跟卡头拉开距离，但是这个位置是可以挂的呀。挂了的话，莫雷林距离地窖也是比较远的。对，感觉还是要挂吗？看这意思好像要挂。挂了的话，可以挂，还是挺危险。主要是个人是满挂，可以从头再来。主要莫雷林他操作的空间比较小啊，因为也没有带这样的一个天赋，就算他起来的手里也只有一个输液。是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看到了。对。想摇下来。
就让他摇。对，这个点让他摇下来，很清楚。对，让他在远一点的一个位置摇下来嘛。对。另外一个人的淘汰进度还是比较充裕的。对。现在小女孩也不能直接冲，她还是要进入到板区去。哦，没搏到，没搏到，那这波倒地淘汰，直接完成一个4抓佩佩。其实我觉得也是弥补了第一局没能4抓的一个遗憾吧。对。这一局的节奏。对。而且的话也可以坐车吧，我觉得是吧？你要是双人惊喜，可能我吃一刀之后有机会坐车也可以坐。打喧嚣啊，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对于 T 来讲算是暂时躲过一劫。从 BB 上来讲，因为从阵容上是没有对面像火灾的话又非常偏，有点非常像艾维，对。是的。哎，不过终点调酒师好像赌对了啊！终点调酒师的话，你要想追的话，要跨过整个鬼屋桥，对，要比较远。这个选点的话还是很大胆的。你想，这喧嚣要是选在终点旁边，调酒师就。进入到对局，来看一下哈莎这边的一个追击目标放在了起点站的梦露身上啊。找梦露吗？梦露不好追啊，这个地方病患起点站也是站台哥之一啊。哎，不过他这个身距让的有点多哦。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右后排是第一波把道具封住了，沉默掉了，所以说没有办法交出来。很漂亮，是的，是双重惊喜也空了，有点风险，但是现在有一个18秒的真空期。是的。只要第一个双重惊喜没有命中的话，求生者的牵制就非常舒服。对，而且这个时候梦露还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，到时候一波钩爪是可以尝试再直接冲上车的。他是算好了你的一个双重惊喜时间，我在你好之前就上，你没有任何阻止我的一个方法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，喧嚣感觉前期有点崩了。对，你敢想象吗？喧嚣一个双重惊喜够病患交2次钩。就主要是没有上到标记，而且还直接是逼出了这个移形。对，这个移形感觉距离有点远，梦露到时候外面绕一圈吃一刀，甚至有可能再上车。对，这个点的话，因为把钩锁都交完了，感觉想上车还是难度比较大啊。看一下双惊喜命中2下，但是此时已经1分钟了，1刀没拿。啊，这个地方要翻吗？我觉得可以不翻，对，就直接放弃博弈。哦，这下没命中，这下居然没有命中吗？对，感觉红球已经打到了呀。对，但是最后的判定躲住了，判定给到还是白球，可能出刀的时机的一个问题，砸到了。那我觉得这个拿刀时间应该是要奔着2分钟去了。对，确实。看前面双人惊喜能不能躲一下，看一下双惊喜没躲掉，问题，但是有受击加速。猫猫救一下，你的枪要来了，够了！这样子吗？但是无论怎么说，整体的一个牵制时间还是来到了3台，因为本身空军他也修完了，对不对？我能帮上就帮上了，帮不上我就去修新的。是，我认为鬼屋的门还得再扩建。但我觉得真的已经很宽了，主要改成升降的。对，这波哈莎主要还是防到了。对，哈莎有点意图太明显了嘛。对呀，你就往空军这儿绕，空军往我脸上冲，那还能干嘛呢？对，好难猜啊，好难猜，确实好难猜啊。那这波救援下来的话，应该是带走空军这一台。佣兵这波救援，看一下双惊喜命中第一波，有机会打双倒，双倒了。这波主要是被红球粘住了，没有办法交出护腕，要不然这波双倒其实不至于的。主要这里面那个位置来讲的话，也不太好往这边弹啊。那再给他叠了一下。哇，那现在的话，想争胜的这个节奏就没有了，就看这局还能不能保平，或者说走一个吧。下一波得让调酒师过来了。调酒要贴点救的。对，空军他都丢不了这个人，现在已经是个2阶喧嚣了。对，这波佣兵救人其实是有失误的。是的，而且调酒，你看这个位置，其实他那台密码机也算是被压住了。对，他保修。他们有一台遗产在对面啊。是。这样的话，在挂飞之前都不太好去修开。一波过来人直接到脸上，哇，很快。加速9。扯那这样的话找佣兵去了，找佣兵给他把状态调起来。但是这样的话，你调酒师化险为套，那基本上就确定调酒师没有回光返照。是，一般来说不会带纯化险为夷的。对的，太自信了。得倒远一点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密码机拖亮。感觉拖不亮啊，拖不亮的话，可能底牌切船直接到脸上，3个人在一起。是。能拖亮吗？好像能拖亮，能拖亮。那这样的话，缓一口气。哎。没有人，哎，没亮，对，他先松手了，那也行，觉得我没必要，对，先拉开，对，可以，因为你要是万一修到99被传过去了，3个人还是在一起，还是挺难受的。而且这把猫猫可以不着急，猫猫到时候修一修密码机，可以去线站摸个箱子。差的也不是只有那一台嘛，因为还有一台比较大的遗产在对面。对，猫猫修一下起点那边，然后刚才3站的话有一个调酒师的遗产。对。
这样的话，其实对求生者来妙手回春啊！哎，妙手回春了，我们比赛也是妙手回春起来了。对的，来看一下哈萨，接下来这样的话就是要站在密码机冷控，另一边猫猫嗅到了不太对劲的味道，提前拉走。哈夏应该假装追吧，追这边没有意义啊，要回头守着他。哈夏应该知道，哎，如果交空中飞人了，那另外一侧密码机要被偷了。追了，那他得追得非常快吧？是，秒了才行。再去管密码机啊！哎，神追，还在回头看，不过好像没有在意。我觉得得要去打这波追击了。我觉得确实得在意一下啊。现在好像在意也没有用了，对，来不及头追了，来不及头追了。90那台密码机主要是对于喧嚣来讲，他没挽留。对，刚才直接选择传送过去，李宝，但这样的话可以继续修起点，然后再派一个人过来给3站压力。现在就是中点2个人，起点1个人。对，换一下，而且佣兵的话，他肯定比空军撑的要更久。2个护腕啊，毕竟。对，满状态加上。对，2个人合修起点吗？他们的策略是应该有一个人要过来的吧？因为佣兵你不能指望他6特别一整台的密码机啊，不过来了，2个人直接修，然后点门堵你没技能。对啊，保平的。而且佣兵的话，他保一下状态跟道具，自己说不定还能走这边的地窖去尝试一下。哎，主要是说他前期的一个牵制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对，因为2个人修就吃一刀就差不多压好了。对，是的，哎，这边中机有点歪了，第2段。感觉哈萨有点着急了，这还不别射密码机别点亮，但人开门战地窖就在2站下，李宝开始准备了，手里还有一个护腕，来得及吗？李宝想想你的一个护腕，主要是对面贴门是非常快的，对，一个密码机就在起点站那个位置，是的，这个位置再交一个护腕，门已经60了，70来得及吗？可以滑梯，对，没有挽留的喧嚣，第一波不行啊。还有3秒钟，2秒钟，有机会吗？差一点，真的就差最后一点点。为什么不上滑梯呀？是啊，上滑梯多好呀！感觉上滑梯双攻一起就很难命中，很舒服的。风险我觉得还是在，主要也是踢速，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个阵容，这个陷阱给的很明显，就是你要不就打割据嘛，你不打割据，其他角色都不好打。但你有打割据，你又只能够凭操作。而踢速，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状态，这个竞技操作很猛啊，那也就意味着不会跟监管者第一时间碰面。是的。还要拉点，对，但是如果往大房拉的话呢，可能跟飞行家会撞到。所以要看一下了。这个阵容，我觉得求生者2到3个化险为野一定是必带的。就看这手园丁带不带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来看一下，直接过去找李宝，想逼一下他的铲子。感觉属于是卡脚了，有点着急了，有谁就追谁了。对，但李宝这个位置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好去进行牵制的啊，有比较多的一个板区。对，2块板一个铲，感觉起码就40秒起步了。你平常的时候追救人位你是赚的，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3个化险为夷，你追救人位就不赚了，因为你追的是修的最慢的那个，对，所以你就没有那么赚了。而且也没有那么好追吧，感觉相当于2只鸟嘛。是啊，李宝下一波还能进到双板区，这板子一拍，你又只能老实踩板。那他没办法。翻过去有一波回速的一个机会，看一下堵吗？堵回速，但是回速到脸上，有小心机这一波，我感觉他可能要骗李宝翻吧。对，但是李宝他很稳呀，对吧？我宁可你回到我脸上吃一刀，吃一刀咋了嘛？对。再波征战，前面又能进板，哈萨现在觉得很着急，有点难受。给到一刀，那还行。那对于李宝来讲，手里还有半个铲，还是能够继续牵制的。主要还是你的一个辅助特质也不太能够终结。要开满600分来了，600分。这时长还有机会踹吗？这一波啊？吧，主要是你看李宝这个位置，有点歪。对，再往板区里面走，这台密码器马上想劈闪。他除非现在。哇，好稳啊！这台能踹吗？多少的这台机？梦露这台是多的，踹不了了。而且当里面亮了，99是真没办法。是，而且这波动作也基本上告诉选手，我带的是失常，对，把自己的天赋也露出来了。哈夏这边走过去，总不能是想闪开一刀吧？是啊，肯定是失常。这边溜了3台，而且2个化险为夷，而且还不干扰第4、第5台。猫猫这边提前续盾。然后再借一个板弹冲，准备来执行一波救援吗？顶盾直接救了。对，主要也没有办法拦得住他呀，感觉。对的，是这个时候庄园老友真的很有用啊！非常能跑。对，不会怕被拦。对，主要是这波还拖了一多时间，让他隐跃回去也没来得及。对，就是影子消失了嘛，原来的影子。然后现在再倒角落，到时候化险为一套，哎，说不定扛一扛有机会能打4人开门战。是，而且人家守墓人他是有回光返照的。对。所以你真别说，前期你要追守墓人，外围密码机修的实在是太快了。是，
这个策略上可能还是需要再去想一想。他可能觉得能吞一个化险为夷，但殊不知这一局化险为夷多呀。对。而且你看T速他们特别精的是什么？让唯一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先救。对，这样的话他就不用被第2波打针对。对。我觉得哈夏真的很想先过去。 踹一脚，但是我觉得这波牵过来真的拖了太久时间了。踹吧，虽然能踹，但是后面一定是无上救，而且人说不定会走很远。对，这边顶盾硬修，踹回速，但看人已经到小路了，对，走了好远啊！而且一会儿医生要来保了，对，到时候医生能过来扛。哎，飞行家不管吗？哦，管，要管，对，2个人先分开，因为走得近，有时候反而会被监管这边绕到啊。对，而且刚刚这波也能去防一防回速。哎，又是600分。对，一人拿一个600分。对，医生在哪里？医生已经来了。对，医生一会儿也要来拿600分吗？呼叫一下 Doctor 有没有？来了。因为密码机的话，让园丁一个人修就够了吧？是。哎，梦露这一刀最好别吃。对，交了一个喷气背包。是，还在扛。看一下这块板子，强行过板，但能接到了上吗？直接打喷，拉开距离，我的天，好回速过来再换位，再扛到了，神坠终于来了，来了，像天使一样就来了，终于等到你，又要来扛刀。 来踩着影月，这一刀真的能打到，但是没关系，强摸，直接按头来得及，只要2刀，摸得很快，哎呦，怎么没摁住呀？也没事，神坠呀，怎么怕了呀？那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刚刚比较尴尬，因为大家都在脸上打团嘛，所以太尴尬了，没有人。 就是你感觉刚刚一直很燃嘛，但是现在突然就有点局促了，没有人去贴门。大家都很燃的时候，神坠突然懦了。是600分他又燃起来了，对不对？2个600分，现在是1200分。是的，梦露的话其实没关系，你刚刚没摁住的头，我这边帮你砸回来了。拖了点时间再倒角落，另一边门已经在点。是的。这把哈莎手里有底盘，还有机会有传送。哎，他脸上啊！怎么是面对面快传呀？这个。 哎，主要还是太急了，你知道吗？刚刚哈夏那个视角，小门跟大门在同一条线上，对，卡住了。我点的再快一点就是小门，但是当然这个肯定求生者也不能猜，你要传脸上对吧？所以说他们还是没点小门，那还是能赶过来。我的天哪！那另一边现在飞行家交出绝处逢生，直接去点门就好了。这把对哈莎来讲，想去争只有快速吹的猫猫才行。那就看这里猫猫。 能够拖多长的一个时间啊？还在板子博弈的话，我觉得弹射又拉开，没什么机会呀！你现在击倒还要挂呢。我的天，猫猫博弈全赢！是的，没招了，没办法。那再要去管大门来不及了。对，2个人都拦不住了，主要园丁这边也拖了很长时间啊。是，主要还是你没有第一时间传过来。你要是第一时间传过来的话呢，2个人可能拉不了那么开，也没有办法时间回来点门。是的，你说这路头都来了，野人这飞轮要是不带，那就更难受了。对，更难受，比女还惨。对，你就一定要带这个去躲钩啊。对啊。对，这连人带猪一块勾过来，这个确实有点受不了。是。哎呀，我觉得路头也行，这个地图的人都不在脸上。我觉得佩佩现在就别有压力，奔着保平打。 对吧？也不要说非要终结比赛嘛，就保个平局，你7分的这个积分优势是啊，很大的。而且你想，这手路头选出来，后面还有特别多的角色等着用的。这回真有鱼女了。来进入这局，看一下这边佩佩直接往中场走，想要去把这边左边的人给他堵住，并且看到了很多的信息啊。哎，某莉莉直接打个洞出来了，还下了个板，出来了，并且入殓师他上楼了，发起单挑，说是佩佩转头就走了。 对，佩佩想了想，我不单挑。对，这个位置往前面走2步，放个夹子。OK， 2楼全部放住了。嗯，是的。哎，但是还没放啊。这个位置，哎，不放陷阱夹，他想强行跟一段距离。嗯，对，他可能觉得他不回大放。对，因为你不管放不放求生都不敢赌。哎，当你觉得我没放的时候，我放了的时候，我就放了，对吧？是。这样的话，反而是身位一直拉得比较近，对吧？对。我现在再放，你知道了，但是也离我比较近了。看这个钩能不能躲。先拉近距离，不着急。 这块板子不好博弈啊，那这刀应该是有啊。嗯，对，其实直接出一刀也能拿刀了。对，飞轮正好没好，刚才是差1秒。而且能看到祭司一直在打洞嘛，所以说他们的一个密码机进度非常非常慢。对的，是的。现在修的最多的是野人。那有点难过了，这个消息。野人都修了56了。把板子正常破掉，前面没交互点了，后面一块小短板。 但他们那个大洞应该是帮入殓师打的，因为他的灵柩在2楼嘛。是的。
哦，砸。这个地方还是很容易有勾遇到的。哦，躲掉了卡祖皮好博弈啊！还有一个博弈的机会。哦呦，主要你没有钩子。Katsuki 真的好稳，卡祖皮经历住了考验。对的，但这一波被反绕了。是，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完全经住考验啊，经住了一部分。已经挺多，咱不看别人的，你就看野人的密码机都修到90了。但是你看，首先是有大洞了，对不对？其次是1分半的击倒时间，这一局对佩来讲手里没人了。对。不过好在他手里有移形啊，其实这样的一个换位他没那么怕。是的。对。但是赶过去还是要拖很多时间。没错。相当于这波已经26起来了。他们开始叠激励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等你赶过去，这个入殓师一定是能到25层。没事嘛，别修就行。对。可以叠，激励可以叠。野人跟祭司在外面。别切传。但传送没人啊，这个位置。这个已经有点过得太久了。是空降无人区，那现在的话手里没人，佩佩现在我觉得有点难受了。主要是野人会消耳鸣，所以说你要很明确的看到脚印才知道人在哪里。是的。这可能要换人。耳鸣起了。对，要追一下野人了。对，没错。大房的祭司有点难处理吧，而且这个位置还直接路过了卡斯基，卡斯基这个位置相当于是直接活了，对，到时候直接去补状态就好。他们现在确定没有心跳了，也交了技能了，可以摸了。是的，而且现在的话只是一个1阶。对，祭司在大房还是比较好去牵制。对，基本上是一个随便溜的，而且是2个洞。对对，那相当于是这波佩佩逛街逛了大概1分钟了，是节奏不是很好。只要某玲玲别一个洞打到夹子上就可以。对。那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。是的。今天他的失误额度已经用完了。还有这种说法？应该是吧。OK。对，因为前面的话不是第1局有点失误嘛，然后后面的话应该要秀起来。而且这把他们的节奏已经很好了，这个时候真的没必要赌一些什么高上限操作了，我就稳着打就行。稳对，这局正常打就是一个4人开门战3跑。对，现在想回去找一下卡斗。但是卡斗的话，其实找卡斗没有用，也没挂过。对。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到，佩佩这一回合手里的存在感真的不多，就打了2刀入殓。对，想要去翻盘的很美，就很难有这个机会。是的，是的，这波大洞确实节奏给打崩了。是的，加上有啦啦队员的配合，对吧？你只要不是第一时间赶到的，你这个人稍微晚一会儿，他也是能起来的。没错，没错。手里还有一个花球，直接刷新 CD。看一下，想要去勾，但是这个时候佩佩有点害怕了，不敢出勾。主要他的在空了，走位的话也是一直在扭嘛。另外一次好像应该有注意到卡苏皮的位置。对。然后某弟弟去接手密码机了，追了，只能追了。想过去找卡苏皮，找这个保平的机会。意识到了，我走了。对，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。对，我觉得现在要不然啦啦队员可能得过来跟一下，最好不要让他开门战之前再有一次上移啊。是。对。看一下这个位置能勾到，一勾一刀没问题。飞轮想省。对，2阶也开出来，那下一波其实那感觉应该是要给他再套个化险为夷，再开一会儿。那开门战得让他有一个灵柩的情况下，不要马上被针对，然后让他的灵柩给别人。对，这样。不过也是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也是找到了卡苏皮。是，看一下现在场上密码机其实是快修好了。祭司手里有大洞。对，我觉得他们还能再利用一次这样的一个大洞，对，加灵柩，肯定是能够6道压好啊，但是得看这个时机到底什么时候开，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嘛。应该要救一波吧，有个化险为夷，毕竟。对，那看一下野人应该是已经过来了。对，有化险为夷，然后另外一侧能第一时间贴到门。然后野人帮这个入殓死扛。让入殓出去，野人可以挂上去。对，可以直接再换挂，因为下一波其实佩佩他不敢去抢手野人的。对。但是这个位置如果说勾到了，有一个卡位勾的机会。有飞轮的，没有办法。勾到了一次，是的。有一道，正常救下来，那这样的话就直接进入4人开门战。如果说没有保住的话，入殓就离远一点，因为他门贴的比较近啊，加上的话呢，祭司会有一个大洞。对的，对的。然后野人也出去了，现在外围的人都不太好拦，这个位置要挂上椅子也要花很多的时间。是，不过有幽闭恐惧。对，有幽闭的话，门点会慢一点啊。手里的传送是好了的，这里只要挂到大房里，门有机会拦其中一个。对，主要野人他飞轮用过了，如果没有飞轮的话，直接传过去会被你勾回来的。看起来来得及吗？这个位置2个人要冲门，能勾中，勾一个，有加速，但是没飞轮，直接回头倒地。但是野人要注意一下野人。对，野人如果是这个位置被排到，也会有多抓的机会。他走不了啊。是，看一下野人回头了，回头了。但他回头了的话，他也走不了啊，因为啦啦队员已经
经走了，我只要往野人的方向去挂，我再去追野人就可以了。这个祭司已经没人能救了，这局还有机会，所以这个时候麦克能不能直接去点门吧？麦克怎么越走越远了？那距离越来越近了。那能找到你啊！前面耳鸣接起看到了，啊，脚印被找到了，上猪没用啊，这是鹿头。我觉得有点走不掉了。只要钩子不断，走不勾到了，完成了一个3抓。那这样的话，佩佩是终结掉了比赛。是的，我们恭喜 T 挺进4强。对的。恭喜 T！ 哇，我的天！最后这把，我说真的，佩佩在中期的节奏可以说是被对手运的真的没有太多节奏了。是的。但是最后开门战抓住了鹿头，这样能够把人从门口勾回来的这样一个特性。不过外面因为还有个机械师，所以感觉整体来说还是能够有一些优势的。可以追击的目标很多。对，就连救人位也得自危一下。守门人的位置他可能就不能放得太普通了。就你如果说把它放到中场，那么可能开局守门人就得急，小房那边有一台，对吧？2台密码机直接开修。选点的话是选在了海边，那这个点位的话，其实前期可能142能够去干扰的密码机会比较多。对，而且机械玩偶这个地方也不一定好放出来了，放出来是有可能被平地直接拿刀。这142人直接冲着机械师的本体去。因为他也在跟，这局是没有携带张狂这个天赋的，所以说他比较需要存在感。那抓机械师的话，更有机会去拿这个机械傀儡的刀，没错，存在感给的也会多一点。那把木屋这个点直接用陶片架住，让陶丸只能被迫离开木屋，一声吼到了61的一个侵蚀值。现在东玄边控着142人往外去干扰外面的求生者。但是陶丸毕竟在双弹啊，追猎要搏板。哦呦，直接交傀儡扛刀，机械玩偶这一扛到了以后，那么也算是弥补掉了东玄没带张狂的一个情况吧。哦，吼到了，本体刀是还在打侧刀，想尝试侧刀，怎么说？哇，机械师好精准的一刀，让机械傀儡也处理掉。那陶丸赶紧利用自己的一个反弹往外拉点，但是无所谓，这段时间其实东玄是没办法拿到的，必须要等到下一个附身了。所以他选择让142人先去干扰一下回忆，而且这里可以顺路去干扰一下过客。是的，传下了这台密码机，不过东玄还是选择把142人往外拉，本体去干扰密码机。然后这个点的话，因为你是顺路，2个人是架在同一个地方。飞轮侵蚀值99，然后再把142人拉到过客脸上去进行一波附身。这里肯定是想省这个闪的。哎呦，翻了过去，但还是有一个单反，应该还是能击倒。没错，能倒到比较靠海边的地方。但是争取了这些时间呢，就让过客的古董商把自己的第1台密码机给修开了，没有被干扰到。然后现在又可以上到大船上面去，立刻开始破译自己的第2台密码机。但第2台的话，因为没有寄宿嘛，所以说寄宿还是能稍微干扰一下。是。回忆已经是下铲过来了。对的，而且回忆的第1台也有70多啊。这把虽然没有机械师的玩偶在外面破译，但是其实密码机还是挺多的。回忆的救人还是很稳定的。这里尽量在内侧吃刀，给这个陶晚安一定26的空间。附身拿一刀，但是侵蚀值还是很健康。是的，不过这个点的话，因为他一开始是没有把这个闪现吃出来，所以现在也是比较难有牵制的机会了。是的，这里喷了2下全空了。陶晚安这一波躲逼出了闪现。那这波26也算是小赚。现在就看密码机怎么修了。是。但是对于这个机械师来讲，我觉得后面应该没有保他的必要了，可能就是再套一个木偶师的化险为夷，然后拖一拖时间。对，加上过客因为刚刚起的密码机也是在大船嘛，其实他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赶过来。是。所以可能还是先优先破译，然后让近点的空调过来救。对的，刚好倒在化险为夷嘛。对，倒在空调脸上，他也可以比较舒服的去卡这个淘汰进度。其实这把北京 WBG 他们密码机分布以及他们的跑点是非常聪明的。但是空调的侵蚀值很低啊，这里还是哦呦，路易没交出来，感觉回去抢一抢密码机还是够的。守墓人已经下铲准备过来扛刀了，不过机械师没有带回光返照啊，这一波如果硬保的话，看能不能扛到。哎呦，没扛到，已经是走了。对，已经走了。那下铲过来应该想帮忙破译一下吧？对，应该是卖掉陶晚安以后去打一个3人看门战，密码机是完全够的。是的。对，现在的话，其实东选已经是要开始布置一下看门战。这里如果有回光返照的话，机械师还真能吃上。
这个距离拉的是非常远的。然后你圈开出来之后，其实密码机已经差不多了嘛。是，但是这波开门其实会比较难处理啊，毕竟地图比较大。艾维如果说2个门都站住的话，求生者可能要被赶来赶去的。现在他们的一个当务之急是慢慢拖完挽留嘛。而且闪现是26才交的，所以说现在还在 CD。对。加上现在的话，其实这几个求生者，我觉得他们手上的道具都还是非常充裕的。没错。木偶商那边也是满机关销，加上木偶师，然后守墓人，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完全来有一个空间可以去拖到没有挽留。是，现在已经过了，已经剩80秒了。就整体来看，东玄根本没有可以让他快速击倒的目标在脸上，甚至你要等闪现，那你还等40秒才有机会把人给击倒。闪现好的一个有铲有路易，你不一定挽留刀能打倒。就看东玄如果还想争上线的话，他这个伊斯人是不太敢拉回来的，所以伊斯人一定要放在大门。现在本体过来逼一下小门的人，但这个地方回忆反拉海边，连耳鸣都掉了。因为一开始他是觉得会拉双11的这边，是，但是其实回忆是往小木屋的方向去的，那现在只能被迫过来去找一下大门，但这样拖的话，其实你挽留只剩下40多秒。不过好消息是闪现也快好了，就看脸上能不能找到目标了。有人爆乌鸦了，过客。是的，不过目前的话，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远的身位。是30多秒，东玄应该慢慢拉过去。东玄应该是想尝试一下能不能闪现击倒这边爆乌鸦的穷者了。然后伊斯人再管住小门。对。但是过客的话，其实还有一个飞轮的机会，其实感觉这波有操作空间的。道具也很多，先开转世。疯狂拉距离，不让有闪现的机会。看这个闪现，这个距离太远了，也不太敢闪。这里要闪吗？哦，飞轮提前交，再拉一点距离，但这个地方就很危险了。想躲过云门，先越窗。哦呦，闪现预判到了，过客。那这个局面下，东玄挽留没了。看一下地窖的位置，大门也在点。大门已经投了很多。过客的转世疯狂走，还有一棍的机会。吃一刀的话，感觉伊斯人也够呛能赶上了。而且空调能过来呀。是的。就看这个技术，伊斯人赶不到啊！伊斯人可以技术一个侵蚀传送，看能不能上到70度。100能扛到吗？扛到了，没打。哎呦，把空调给叠到了100，所以没法扛住。当时过客最后一点机关销，并没有选择去交一个云门吧，还是害怕。对，但是他们想要去拼一下，那2个人是往外转了一点。是的，回忆也是直接选择出门。状态还比较多嘛，而且这里过客还有一个机关销的机会。没错，就挂这张椅子的话，可以看到空调也是头也不回直接出门啊。对于他们来讲，这一把保下平局，而且是胡景春啊，已经很能接受了。是的，甚至一度打出了多跑角色用来克制，用来打吧。就看他前期的追击节奏如何了。上把东玄前期节奏确实不是特别顺利，因为脸上有3位穷者都蛮近的。伊斯人拉过去附身，能够很快的去干扰到密码机。现在的话，其实时空，这伊斯人直接往海边拉，想去给远的木偶师上一个附身逃骗，想干扰一下。对，但远这里故意骗你的。哦，有点想直追吗？是的。这样子开追木偶师的话，其实会比较难追啊，毕竟直接很快了，那没说法了，上来直接废掉你2层路易啊！而且这样的话还能够去废掉一个化险为夷。对的，这一波的一个追击有点没想到，很快就拿到1刀，甚至闪现当时还有30多秒，又吼到了，再次吼到，本体逼你跳，伊斯人在楼下再等着，那节奏就起得很快了。他是利用了那个模型，它比较低矮，其实是挡不住视野的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，远来了一波反走，现在捏捏不着急啊，闪现都还有10秒钟。而且闪现一好的话，远这里可能就要提前去交路易了。是的，他会很担心被闪，毕竟他没有飞轮。然后你身位近的话，其实他野人想扛压，但是野人这里是很聪明，卡了一个小栏杆，但是还是能够拿到一个状态。对的，这一波等于是捏捏白赚的，因为伊斯人可以继续去跟木偶师，木偶师跑不了，这一波双线操作。反正他本身也是要先用伊斯人去跟远的那边，然后再过去交这个闪现。他只是在顺路追远的过程中拿了野人1刀，而且还让野人没法破译。看一下路易被迫交了出来。那现在只能再活这个路易持续的时间了。是的，进个板，看一下追猎能不能去绕板拿刀。没吼到，人口倒是躲掉了，他得交闪了。交闪。
但其实因为你中间干扰了一下野人那边要去调状态，所以导致你密码机其实掉的有点多。没错。野人找的是机械师的本体去调整的，好像。傀儡。哦，傀儡调整。角落。那这样的话就没有浪费特别多的时间，机械师的效果也发挥出来了。回到中场，想拆陶片是让古董商靠了过来。这里3岁的这波救援，看一下身上是没有侵蚀值的。但古董商过来的话也没有化险为夷。怎么说呢？就看角落，一棍躲掉了。侵蚀值80多，还行，这波等于无伤救了下来。你来得及出刀吗？一个点是来不及出刀了。我感觉刚刚是有点危险的。是的，那这里落地等于3岁一个无伤救援啊，非常的赚。玉林也开始骑乘准备 OB， 没错。但这把其实他们因为外面有个机械师能够去双线破译，是这样的话，其实密码机进度还是能赶上的。对的，关键就在于古董商没掉状态，那机械师那边就可以破译的很舒服了。哎，这波是2个弹刀，虽然技术玉林才能够把这个木偶师给眩晕住。是的，但现在让远转进了板区啊，你连现在已经没有击倒他的方法了。毕竟伊森跟着野人走了。哎，这里的话，其实模型还是相对来说有点长的。对的，哎呦，有点着急了。这里被26也太久了。而且这里的话，因为它也是一个短板区。是的，骗到了吗？它这样一直骗的话，模型太长了。就是你必须被迫要等到下一个异世人的附身回来啊，很难受。白白外面拖了2个半台的密码机。是的，我感觉这一波下以后，掏个化险为夷是有机会把机子压好的。他这一波下以后，我感觉有1分多钟的一个牵制时间了。市场最近的能干扰的也亮了，最后一台是3岁的，而3岁刚刚是一个无伤救，所以说他可以接受你过来干扰。是的，我让你附身，你过来，我说不定还给你2棍，让你回去手椅都打不了人。已经压好了，不打算过去了，想打针对。那远这里其实木偶师他是有回光返照的，不怕的。木偶师是完全不怕你开门战压起身的。是的，甚至他交了路易可以直接亮。对。现在就看一下求生者这个开门战的安排了，打到了远身上，那这样的话开门战他只有半状态啊。还在拖，是拖什么？拖点门，拖贴门。小门的话应该已经在点的路上了。没错，现在伊森其实去小门会比较久啊。那天如果不派伊森过去的话，应该是管不了这个小门了。哦，他想本体过去，本体过去管小门。然后再把本体传回大门，这边这个玩偶给的有点快了。但小门还没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不着急啊。是，但居少田这个位置，其实他如果被附身的话，是有可能被秒掉的。他们现在让居少田站出来，有飞轮，主要是也不赌你不敢直接传，因为你直接传的话，大门陶片拆掉可能就拦不了大门了。是，而且你闪现在手啊。哎，这是。超远程的一个尝试啊，陶片没有卡下去，远的陶片还在小船上，所以也只能下去了，卡在了下面。那这波很舒服啊，对，上挂飞完全没有一点了，对，然后君少天再把捏捏给逼到了这里还有翻板加速，逼了个闪现，没错。那大门方向看一下有没有求生者在拆陶片呢？主要这个机械师他是可以做完挽留的，是。哦，野人在拆陶片，但是被附身了，那就应该是要走了。现在挽留时间还有40多秒，那古董商完全可以过来卡着。而且你一个满的淘汰进度条，现在有很多操作空间。是的。哎，爆点了，3岁那边，那3岁其实可能还是要防一防的。这里伊斯人拉回椅子，然后本体去逼一下双11的走。念念应该是声东击西，假装去抓木偶是实则，伊斯人应该是想2阶落地去抓3岁。看一下怎么尝试吧。但3岁其实有飞轮可以出圈，他技能已经切成了窥视者了，所以这一波应该不太能够处理掉3岁手上的机关消耗。这边的话挽留其实还有10几秒，而且月板其实海边是有个地窖的。这么说，哎呀，这一消太可惜了，打中的话挽留就拖过去了，只有最后的5秒钟。是木偶师在往回赶，想去救人。
伊斯人传到椅子脸上救不了，挽留过了，应该要强救，强行救，有化险为夷，强行就无所谓，这个门又没点过，有化险为夷，接掏了下来。那野人那边可能还得出动去救一下古董商。是的，一定要这里没打到，哇，阿远还能活。那你被迫走了的话，野人你也不好来啊。小门那边直接点，是2个人都能走，甚至大门也开了。2波手影，一个人都没压到起身，竹篮打水一场空啊！现在捏捏已经很难操作了。如果你去管小门的话，另外3个人都要走大门了。对，远这里是故意点门扛压，把伊斯人跟本体控制在同一边，那大门完全就来不及去管了。这样才能让君少天去走这个大门。是的，就看大门还有没有剩陶片吧。我觉得刚刚野人被拆的挺干净了。对，野人点完门应该是把陶片全拆完了。只能说这一把朱雀求生打的是有惊，有险。哎，但君少天这里哎不敢冲大门，又是在想冲地窖，但冲地窖的话，飞轮没有2阶，15没有闪现，这个距离好像够。有追猎，一会儿追猎马上起。是的，看一下这个位置来不及呀，好像不了啊，够啊，再调整方向，一刀最后还能平。能走大门，突然掉头走地窖是为什么呀？怎样去躲？如果主球那一波躲到，那中空期就很长了。是的，10几秒的一个主球。大家现在已经牵制了很多的台球手，其实对于惯性也比较习惯了，安心一点。不过台球手的话是选到了假门。那这个位置的话，可以把墓地的密码机稍微封一下啊，火灾应该就直接破译红电河方面的。这里直接往空调的方向去了。那空调这里也是下好了板子。哎，这里应该也还是走地，尽量去逼迫他们交道具嘛。大家都过来。然后等一下外面的密码机的一个破译。对，该清的板子这里还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板子。是。这边只能交动了。经典的长这样的话可以切了。是的，但是逼掉了祭司的道具就还行吧，因为他的道具是可持续生长的。这里封一下中场大副的密码机，然后再往墓地走，想去管一下墓地的过客。因为火灾调查员一旦道具被逼光的话，2636就没有能力了。是的，卡了一下红光，闪现还有7秒钟。这里过客是纯化险为夷这么一个天赋啊，在牵制上面会有一定的压力。对，闪现已经好了，但是一旦有闪现身距，过客也会拉开距离。没错，这里气囊直接弹走，那前面这块板应该要找机会闪开了。直接翻，有个主球往窗口靠的说法，不过过客也是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没有回到那个气囊的位置。哎，被吸进去了。是的，落地，哎，根本碰不到气囊，直接倒了。大球包小球，这一波直接关到还是比较可惜啊。然后整个节奏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快。而且大副贴得很快啊，回忆已经卡到了边上，但这2个气囊全被清掉，过客下以后他是不太好进行一个2次牵制的。对的，就看一下倒角落的话有没有弓箭手的 OB 吧。没错。那这里回忆也准备过来救援，还有一定的时间，想卡血，但是也得小心。小心这个主球。对，怎么说？想放哦，是直接选择出了一刀。是，这个表也是求稳嘛。没错。那这里在一个气囊反向弹到了脸上，不过还行，有个小加速。是逼掉主球的情况下，但这里没办法衔接板区了。是的。而且你里面只有个单板。你踩完之后其实是没有什么吞噬空间的。没错，这个点位倒的还是比较靠角落的啊，看一下队友有没有靠过来呢？没有，并没有。是的，还是在进行破译，而且可以看到技师是在陪着大副破译他楼上的那码机，那台被回退了2次啊，所以显得进度是有点少。那祭司准备再过来救援一波。空调卡在一个的话，看一下要不要陶晚安也过来一会儿。还要继续锁楼上的，把气囊全部处理掉。没错。板子一下，外面2位还是都在破译啊，交了一个主球，
怎么说？等主球消了才能救啊，没办法。但插刀都快结束了，一个后撤步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对于过客来说也没有什么牵制机会了，只能说倒到稍微远一点，看一下要不要让陶晚安过来 OB 一下。来了，弓箭手陶晚安必须来，因为他得拖技师跟大副的一个调整时间。对的。 而且得尽量保证自己不受伤啊，因为他受伤的话又没有 OB 出来，那他就会成为下一个追击的目标。哎呦，直接命中要害，再一个后撤壁弩上到撕裂值，也没有选择扛刀，是因为扛了刀也不一定能活，这个位置离交互点实在太远了。是的，直接举往外走。那这里还有一波空地，看能不能射得到。哇，好，又中了。 而且还成功扛刀，这个位置离板非常的精准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其实而且有洞，被迫交出主球。那你主球这一波把他打倒了，陶晚安龙骨弓还能继续 OB 啊？但是现在闪现好了，如果陶晚安强行 OB 的话，自己要被续节奏了。边上有个长洞，他是可以利用这个长洞去躲闪现的。 东玄必须打掉，那这样的时间拖得很足够了。密码机开掉了4台，但是并没有调整。对，现在的话已经在调整了。然后刚刚他们是想先把红蝶亭跟2楼圆台抢开。没错。对，是2个人一直在抢密码机。来得及摸吗？现在的话感觉是能摸起来。找到2个人互摸的一个位置，就看这短板能不能拿到刀了。不过2个人被卡在一起还是很尴尬的呀。蓄力刀过来，一个冲动过板，打到了空调。 手上还有闪的，他想再逼一个道具。主球直接交表躲，那回忆的道具被逼完了。是，这把大副开门战的能力可能会稍微弱一点，就看东玄下一波选择追击的目标了。因为现在求生者是有2个半状态的，而且脸上的话其实就有一个半状态的弓箭手。首先密码机离得都比较远。是的，往这里已经提前放好洞。哎，钻了过来。 但是这里交闪，直接击倒，直接震慑，非常的果断。续节奏其实续的也是比较快的，因为你现在外围那台机没有办法去起。没错，有地下室不选择挂，他想往3台密码机的中间去挂，这样方便去控外围的密码机，让求生者疲于奔命。对，也知道大副这里是道具都逼完了，一旦大副过来满状态救一波人，其实没办法完成第2波救援的。是，现在就是把 S 版的密码机封一下，封住了50多。 而且主球还可能要骚干扰，哎，主球是交原地，哎，这样主球，那他这一波还是挺限制技师的一个26空间的。这里的话是打到了回忆，感觉他可能是得去管一下密码机吧。其实这一波不挂大副，直接去管弓箭手也行的，但是可以看到穷者那边是提前放手了，他们也觉得东玄要。 冲过来处理弓箭手，但现在挂的更近，还是有点难受。是的，对，把多的那台密码机站住，那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这台连上机子完全修不了。这台密码机一会还会回退。有个祭司还行。想偷人的话，可以先卡在那边，然后让脸上的人破译，让祭司打动过来卡。但祭司是没有回光返照的，他过来的话就没有办法吃回光返照救人。对他只能说是先这样，不然你没法修。抓住了，那可以把他运过来，在椅子面前打倒。那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换命。飞轮躲掉，2个人。 是的，射晕了，但是解擦了。他是故意去吃的。但这样子的话，其实 S 版的这台还是没有办法修啊。甚至这里没道具了，可能还要倒在遗产。没错，那现在陶晚安必须要再拖一个空调的自起的时间。哇，电车哥哥帮了一手。是的，祭司自愈很快，有机会能起来吗？必须要举了，必须要举了。那还是换命啊！外面机子是完全没办法去新修一台的。对，加上其实他是挂过的，关键他是一个2挂的状态，都没有道具了。这2位求生者都没有道具了，很难处理了。只要把这个人挂飞，而且把密码机守住，那这一局至少是多抓呀，3抓起步啊。是的。 感觉已经无限接近于4抓了，因为陶晚安现在也不敢走，他必须要在脸上卡着这个耳鸣，也没有办法去补充道具，所以他们后面的残局会非常非常难打。东玄也看到了，你墓碑在修，那脸上这个人我可以追了，不用担心你来补马路基遗产。对的，这样的话其实他闪现马上就要好了，所以你如果现在去找陶晚安或者回忆的话，其实他们都很难去牵制，也没道具了。对的，而且这波是可以钓鱼的，假装去墓地，如果你敢去 S 版的话，又可以立刻回去管。对，2台密码机中间一站。 等这个击球点攒多一点，是的，谁敢修我就直接去抓谁。他现在闪现在手，你谁敢露在我面前，直接就是闪现打倒。先补一下道具，看能摸出来什么机械傀儡之类的会比较好。
怎么说？哦呦，看到了也在翻道具的香水，但东玄没有第一时间过去，这里先把 S 板封住，再让他回退一板点。也清过了，只要走平地可以准备交闪了，直接击倒。交出了香水，但还是被打倒。可以不考虑挂，先去找这个大副，把他们的资源都消磨掉。东玄很有耐心，因为他知道这2台密码机都不是很多。可以看到回忆是在墓地翻箱子，看一下能翻到什么道具。也是香水吗？这半状态的香水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啊！太绝望了。这个时候还是比较需要一个镇静剂，才有机会去尝试走一个的。现在东玄排完了独栋方向，就往墓地靠。这里只要再走几米，就有机会能够升起耳鸣。对，再往前一点点就有了。哦，这里是看到了。是的，已经起耳鸣了，能看到。这里还是求稳，先把机子锁住，因为他那边起了，对，那边起了，他是有可能赶回去，先把那边给打倒的。哦，不过其实倒退来之后，2台密码机都没多少了，又变成一台新机。然后现在可以放心的去处理陶宛了。这种残局台球手真的是如鱼得水，太适合他了。把密码机一直回退，来来回回攒这个击球点，又有位移能力。是的。你白板角色你是没有能力牵制台球手的呀，完全没办法再去下车的惯性太厉害了，那个移速加成。是，那也排到了陶宛的位置。只要再击倒，再去回去把大副抓起来就有了。一个主球，有个飞轮啊没，来得及，直接撞到。那最后大副那里还有一个绝处逢生，就看一下。东玄这一波去排人能否排到吧？可以看到回忆他是在往墓地外面进行一个爬行的，直接选择交出了绝处逢生。那找到的位置，但起来其实也是在脸上。对，他比较难去拖到陶宛完全被淘汰掉。再把唯一的一个路口给他封住。是，飞轮冲过去还是被抓回来了。那一个蓄力刀。打倒完成了一个4抓，没错，去搬然后解放台球手的机会。然后在前面消耗掉这个蜡像石的话也能接受吧，毕竟我蜡像石换掉的是你的弓箭手以及一个医生，对吧？我后面的话就不用再考虑搬你这些角色了。能追的人还是比较远啊，应该会往中场走，先把大副的密码机封一下，然后再找一找医生的踪迹。或者说去找一下魔术师的踪迹。但找魔术个开局先往医生那边压迫，还是想去抓医生的。是的。这一局的话，医生是带了个化险为夷，可以说是扛压扛到极致了。哎，一个掉头。对。而且玉林也很稳啊，他一开始就没有在密码机边上，他知道自己是有可能成为追击目标的。是的。哦。这样的话可以同时干扰2个人。对，捏捏这一波就最大化的干扰密码机，再把。甲门方向密码机一封，他要追大副，这里表交了，距离很远啊，不好上蜡。高内部的话也没挂上。是。能在边追击的同时再干扰一下破译。但这边已经提前下过转点板了。板子一封，但是把反弹逼掉绕回来。对。这个身位卡的还是比较远，手上移形已经好了。但是外面的话，其实是已经掉了一整台的密码机，现在追击目标身上的那也是挂的比较少。这里还能窗台啊！前期逛的确实是比较久了，这个点上一点蜡，而且他的移形感觉不太能直接交啊，就是你得把医生的伤亡加速给逼出来，再考虑交移形。这里选择哎呦，转的晚了点。是的，想高蜡拿刀的话，哎，卡魔有机会吗？有，这军少天是。拐角没拐过去，在很高的辣度吃了一刀。对，那就2个人都没卡。但这样的话，其实对于他来说是有机会能拐角直接扎，2个药瓶一直接用。上车啊，这个地方不能打，不打了，还要卡位，让他上不了车。想再来一波高蜡拿刀。是的，但是暂时还上不了蜡。没错，密码机的话其实已经2台半了。弹射又好了呀，这绕一圈下来，感觉要3台了。对。外面的化险为夷也是足够的。是，这就我前面说为什么不能移形开刀，因为你移形开刀还能交出来。你移形开刀的话，你根本没机会拿第2刀。对啊，庄园老友拉起来太恐怖了。他拉先封一下 S。对，庄园老友拉到下一个地方给自己扎满，你很难受很难受。这里还能再绕一下这波长墙，
前面窗户再一翻，甲门都是这一些高墙遮挡物，也很难上到蜡。是的。前期虽然干扰了很多密码机，但是这一波牵制，军少天是把队友的密码机给弥补回来了。现在已经是4台区的密码机了。甚至4台、5台都已经一半了。只有大副的那台稍微少一点。也很难去干扰其他位置的密码机了。如果是到 S 版挂在墓碑那个方向的话，还有个高射炮的点位说法，但是这里的话其实封不到的。看到了玉林，那玉林提前摇表，这里有没有机会直接打出来呢？第2段表也摇了，开火了。但是救还是没问题的，救还是没问题的，大不了双倒。是的，双倒感觉密码机都够了，够的。因为外面已经80多了，这20秒的时间只需要一个人破译完成，然后来救人，另外一个去补大副的密码机就够了。对的。除非这波捏捏还能去干扰到马路机，但是这里医生也带到了毒带走了，是的，没什么太大机会去干扰。看一下这里有地下室吗？有。这里捏捏地下室肯定要挂的，对，外面是有化险为夷，因为它是没有这个挽留的。一旦在平面保起来，甚至后面把医生保活的话，有一个多跑的可能性。没错，但求者也可以考虑不救啊，他们这把。毕竟队友是完成了4抓嘛，只需要跑一个，那我大可卖了，然后去保平就好了。加上的话，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人分在2个门，直接开掉。对，我把那个地下室人卖了，然后另外一个门去点，这边点上送你一个。没有挽留的话，3人看门战都有可能3跑，因为地窖就在这甲门。是的，这里打算交移形吗？不移，选择走过来。这样的话，等走到墓地门的时候，其实学校门应该已经快解封了，是可以直接点的。对，这里阿远的话道具也很丰富啊，3个魔术棒很难处理。这里能不能绕起来？如果能绕起来的话，其实地窖那边是在甲门，感觉差不多得传了，差不多得传过来，可以上车。哎呦这个电车哥哥可能要伏笔啊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，他传之前没有去把另一边魔术师的门给封住。是的。这个的话其实这样的话，墓地门是能够开掉的。这把远的话，其实还有个化险为夷在外面，你有没有挽留？对，但其实3岁这个地方还是不太好去贴近门口吧。看一下，他手上带的是双弹，哎，2把龙骨弓射了，并没有命中，但是后侧臂弩中了，这个地方不好拿刀啊！晚了，还有失误，那出来帮了呀，队友。他喷一波有受伤加速，队友来帮忙扛，都来扛，车也来了，受伤加速，再往前冲。但是另外2个队友还在后面，有大副有一个500直接弹走，再扛到的话，那就要3跑了。上把没完成的3跑，这把做到了。就看一下东玄会不会去这个终点站，单练了，因为就是以前经常能看到，现在这话反而少见一点了。不过这种要坐车的话，那肯定代价也比较大。是的，没有必要去硬坐车了。这个位置已经可以考虑转点了。对，但这个位置想去转一个安全点的话也比较麻烦，可能要往火木马那边去。直接冲着鬼屋去了。那这个地方，旭儿也是选择往右侧绕，许愿到的是手电筒，那就要空地牵制了。对，这样的话就得先绕一下鬼屋的外圈。这个位置感觉是可以直接断隐月，但是你差一点点有韦伯，没错，所以拉开的这个距离很关键。那东玄这里板子一踩。还行，是背向的。但这里的话，倒车，哎，他太想躲那一波照了，导致而东玄出刀也有点急。对，其实刚刚上一波其实是卡模型的。对，他稍微有一点点卡模型。好像卡在模型后面，他如果说不去躲的话，当时进度条应该也是不太够的。感觉这一刀其实相对来说，我们上帝视角是觉得稍微有点慢了。但他一直在封技能，所以说闪现其实会好的更晚。是的。外面3台一半的密码机啊，现在时间正常来说，其实闪现是已经好了的。对，左下角已经1分多钟了，但是因为被沉默，导致东玄现在闪现还有10秒钟，玩一个飞轮，也是骗掉了飞轮，再去拿刀，而且给到了1刀震慑，存在感也拿得多一点。是的，这里应该是让更近的携带化险为夷的园丁过来触发第一波化险为夷。挂上以后看一下能否排到近处的求生者。
已经提前蹲好了。对，东玄只知道你是刷在起点附近，但是如果你提前走的话，还是比较难排出来，这个血还是能卡一会儿。领域断了，这边空调也是从边上绕了过来。对，这里看能不能能起盾，尽量保证无伤。是。那东玄这里没有选择去打，在等。还是要跟着园丁。没错，就不想让他来一个无伤救援。给了个26空间，那起点的话，你也很难去冲到站台上。是，这样的话，起点是园丁的遗产，就倒遗产了。对，园丁直接起鬼屋的遗产。这一波救完以后呢，就让佣兵去补脸上的这台遗产。应该是救完以后先找机会补状态吧，因为如果佣兵救援再受伤还补机子的话，是给到东玄外面很多半状态去控场的机会了。对，但是如果说要调状态的话，其实他们跑图的距离会特别的远。对，这就是大地图的求生者比较难受的点。从这里救完，然后再去鬼屋跟队友调整。下一波的话，东玄是有可能能够排到他俩的。交一个护腕，想再拖一会儿淘汰时间，但是还是会被逼救，卡不了特别久的。看一下，想逼个护腕，想交死，是的，骗出了护腕啊！如果你不交这个护腕的话，是有可能用闪现打双倒的。哎，回头反，这里好亏啊！但是还是会击倒。没错，一波稳健的过板，直接打倒。那起点的机子被占住。东玄是知道求生者还差台整的，没错，就看他们这个补状态，东玄能不能捕捉到了，他是可以底牌切传送过去鬼屋的。是的，把园丁给摸起来了，看到密码机在抖动，并没有第一时间传，而是想把这个传送留在后面去进行一个拉扯。两台大遗产都在这边啊，东玄也知道你俩互摸了以后，肯定想往远拉，他是提前做了一个预判，从鬼屋的另一边拉过来了。是的。有一个满状态的园丁，这里打断，但是下一步还是有一个秒盾可以牵制。一个回速，他能嗅到佣兵在附近吗？好像感觉他应该是不会去找这个佣兵了。对，那空调的话，可能要倒到起点的遗产去了。看雷眼有没有人去破译，因为你现在其实起点半场的密码机也都还在。虽然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遗产，没错，但另一边多修的那台也已经很多进度了。这个地方空调不太好牵制了，一块小短板。这样回忆也害怕吃传送，所以说先撒手。这有点难受啊！如果回忆修的话，那肯定会传他的。如果不修，他半状态来救人，一定会双倒。起点是3连，鬼屋1台，然后刚刚说的那个都没开到，虽然说是有大遗产。对的。这样一个3连，感觉东玄能控得很舒服啊！这一波如果排到佣兵的话，只能回忆绕个大圈，等过客修亮机子以后来给鬼屋压力，才能去救人。是，这人是不能卡半的。没有排到耳鸣，卡满了。回速，回忆不能被找到，找到的话就要多抓了。对，但是这里的话其实已经起耳鸣了。东玄排得很准。看一下，好像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只有一个护腕。是的，提前交，这里感觉吃一刀再传过去，甚至救不了。对的，这个距离应该不会切传了。能救。不会切传了。但是刚过半啊，很极限，而且那边也过半了，没有办法扛。如果把原地快速处理掉，闪现打到了佣兵，甚至盾都没打掉。密码机马上好了，赶紧找机会气球刀吗？哎呀，砸下来了！东玄想要争上线。那砸了下来，这一波回光返照就可以吃上了，3个人都有回光返照，这也太伤了。选择处理一个能开门战顶碗留刀的佣兵。是的，闪现也没了，这开门战还是有点着急的。其实鬼屋压机的话，3个人都在这边半场手上捏个船，完全是能多抓的。他是太想4抓了，他完全没必要闪，我觉得他就跟着这个佣兵去捡了他再说，让园丁把这个盾给交了，对吧？他已经续过盾了，那你下一波倒地呗。这里再把园丁给打倒，看一下。因为是没有技能，所以你现在如果说要去那边，其实也来不及，也不行。没错，应该就是一个平局了，因为没有条件再去赶到终点的一个门防守。但这波其实就算赶到终点，感觉终点的门也有机会。
当时比较可惜的还是那波闪现打到了佣兵身上吧。他大概计算鬼屋的机子是来不及补到压好的，所以说想抓一波 timing 去把园丁击。是台球手会让他们有点拖起来的机会，而且你外面因为是有一个囚徒嘛，如果说你把囚徒放在外面，这把密码机你可能如果想要去进行封闭的话，是的，完全可以抓。空军只能去往帐篷拉点，对，而往帐篷走的话孤立无援。只能说气象去套第一波化险为夷，这个气象是必带化险为夷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果然直接往空军那边去了。是的，冲着桥上去。那也可以看到玉林这也是提前拉点，给自己一个反弹，想往终点站的210窗去拉。是，这里能进吧？哇，还是求稳交枪了。是的，位置还是差一点，所以他选择交枪了。这里捏捏想去抓这个气象，不过远那边的话，刚刚是提前跑了一点。对，要硬追这个气象了，一个强风，这里被吹了，吹的还是比较远，但这一块板区不是特别好牵制啊，一刀开得很快。捏捏的视角里面，他看出来空军是携带了双弹的，所以说他觉得化险为夷大概率不是空军带，是那气象至少带一个，所以说他想过来闷。又一个强风吹断了影院。被迫回溯，但这个地方压死了呀！又要玩这块短板了，对，很极限了。哇，翻板，也感觉哎骗了一手，影月断了，捏捏能拉出来吗？没有跟上，没有 CD， 刚才差了一点点。如果能够再吹一个强风的话，其实2块板一下，捏捏就很难受了，因为他这把没有带闪现，对，兴奋。把人挂回桥上，看一下是前锋踢了过来，因为这时候已经只有他一个化险为夷了。那也能干扰到空军破译啊。但其实前期的节奏我还是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监管者的。没错，一波回溯，3岁直接拉球，又拉到椅子面前，救的还是比较早。没错。后面因为没施技能，所以你兴奋还在的话，其实前锋也帮不了。不敢撞，撞了的话可能要给双倒。对的。这一波没有办法去交道具牵制更多时间，更多是看能不能下次再救一波吧。是他手上虽然说确实是有道具，但他觉得这一波不太好牵制了，交了也不一定能拖出化险为夷时间。没错。那边选择是直接去把前锋的状态调满，但是如果说你挂到这么远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个拦截的机会，得交球。囚徒应该不可能让他救吧？他是现在的修机主力军。还是让前锋过来卡，但是前锋刚刚救过人，再救一波人的话，一定会受伤，又没化险为夷。而且这个距离的话，我说实话，你想救得交很多道具啊，所以应该是卡着了。对，就你不给我机会，那我就不救，对吧？你要是往后退了，我再去前面吓唬吓唬你。卡一卡。那你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你后面要打2台，而且这里捏捏技能还没暴露，底牌也是好的，所以说他随时可以切过去抓你破1位。但至少他们这边好像4连是不是破掉了？看一下终点站，哦，终点站还有3台，还需要赶紧再破1掉1台。这个点位3岁的一个个人牵制拉球，有点前面只有最后一块板了。那这里是可以考虑直接切技能击倒前锋的呀。是，直接切闪能够快速续上节奏，但是对于捏捏来说是过来踩了一下电，然后切成了失常。他太稳了，这一脚下去，但是外面2个人都在破译啊。前面能进板，看3岁的一个牵制，如果能够再拖一会儿的话，真有机会能保平啊。一个板硬翻过去，3岁还在省道具，手上是还有一些道具的，这边已经没板了。那边还有个小短板，但是进不了板了。没错，已经牵制的很不错，但是你这个2战永远也不可能修亮了，因为被踹了，所以说求生者还差点整，而现在本来要补的机子就比较多。没错，那可以看到空军这边已经贴了过来，没有化险为夷的话，接下来根本就没有办法保人去拉走什么之类的。现在捏捏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。电断影月要回溯了，回溯过来要扛一刀，要香水，一个靠身体直接卡住了，扛到刀了，但是捏捏现在谁都可以追，谁都可以追，他只要手上有人就行。没错，这边有地下室，这个地方如果倒地下室的话会非常难受，甚至他不用挂地下室都可以，他可以选择把人往外挂去干扰遗产。
那脸上其实也还有耳鸣，他如果说挂了之后看到外面在修，他其实可以直接去排这个耳鸣的方向。对，前锋已经是没有任何道具了，回溯过来再看到脚印，把前锋击倒就是一个稳多抓的局了。没错，这里3岁还在翻，但是因为已经没道具了，而且你再牵制，其实关密码机也不够，没有太好的办法。那问题是要挂吗？嗯，如果挂的话，其实是给到一个跑地窖的可能性的。是，因为前锋已经2挂了，空军也刚好是一个2挂，应该是最多往前面搬一搬，没错，搬到这个前锋交自愈也不能救空军的情况。对，再踢一脚，哇！然后再把人给挂上吗？确定一下，摇下来，给他摇下来。但摇下来的话，其实空军也只能说是被白白挂飞。嗯，是，就看这里能不能多拖一会儿了，拖到军少天离开这边半场。对。但是有点架住了，因为刚刚捏捏已经看到了。对，刚才踢了一台遗产，这边又踢一台遗产，这里好像看到了球头的一个位置啊。反向盖板躲一刀再翻过去，3岁已经燃尽了，但是对于目前的局势来说，还是杯水车薪，非常难的，非常难的。再去排一排，应该没看到。如果是刚刚看到了，肯定不会往这边排了。嗯，那就看一下前锋，其实已经倒地挺多次的了，所以说看能不能拖一拖倒地自愈的一个进度条吧。是的，前锋感觉一会儿进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，他是可以交出绝对风声来硬修的。对，因为捏捏目前还找不到球图嘛，就逼你硬打我。好像透到了吗？回溯了。哎，这里军少天是直接修了。然后也疯狂的在给外面的密码机传，看一下能不能去多传一点吧。不过这里他没有传，对他没有传，让另外2台多的连在一起。前锋应该是要先去修机，是，因为也知道你是一个失常，没有办法快速在两边半场去位移。没错，那这一波捏捏其实如果打倒了军少天的话，他是得考虑把他给挂了的。这个回也没能拿到刀。对。在这一边的板外面啊，密码机已经80了。不过军少天没有回光返照，但现在也还是个满状态，感觉他是能够拖到这个密码机。轮再交一电，好像有机会6道机子压好啊。是的，抽到1刀，再抽1刀，就是已经可以直接可以选择直接从电去开门了。军少天的位置离终点有108000里，直接往起点倒。是的，甚至这里还能稍微再溜一会儿。没错，倒了还得花时间挂。看一下3岁这里的选择，直接点门，必须挂。是的，那应该是能跑一个，这个门是来不及管了。两边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，这能跑一个，我觉得是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中期3岁的那一波扛压真的扛住了，对，牵制了比较久的时间。包括这一波少田其实也拖了很久的时间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他在鬼屋板区站出来了，就是勾引捏捏过去追他，然后他在原地牵制，还是可能被牵制起来。是的。不过如果考虑到说你比分上面的说法，还是得要去拿一个争上线的角色，因为目前其实对于朱雀，他也就是随便找一边嘛，随便找一边去干扰一下，让他前期破译不了。而且这2个比较能追的角色刚好都这个地方冲着小木屋去了，那远远的看到是3岁的勘探员，然后再往军少天这边，反正就是压迫你们前期不敢直接进入破译节奏嘛。是的，让求者先到处跑一跑，离密码机远一点，这样的话捏捏就能多赚一些密码机的进度。啊，他还是比较喜欢去封佣兵的一个机子的，是，因为佣兵本来就修的最慢。对。然后再往集装箱的方向去找一下军少天。军少天这里作为一个杂技，在前期还是挺能牵制的啊。2个板子直接下，对，闪现还有15秒的时间啊，非常久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大门的板区资源会用的比较快一点，下一波就得去交道具了。是，而且它是有起跳反射的，对于军少天来说，先交一波粘土球。前面的话其实是有闪现的机会了。应该考虑闪现开刀。闪现完，那其实刚好3岁在脸上，也可以考虑过来帮一下忙，去规避一下主球这一波追击。是，磁铁
给上，哦，很一个回危险，头，吸了一波，然后再帮忙下板。不过捏捏这里可以退杆直接出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全少天就拉开一个比较远的距离了。是的，连交主球的身位都不给你。架到了这么一个位置，看一下捏捏，哎，这里是骗了一手，想卡红光，主球交出来，哎呦，倒了，交球吃刀了。的这个地方其实那边主球并没有完全封住啊，给了这一球，给了这一刀有点可惜。但是其实穷者的密码机呢也是接近2台半了，因为前期佣兵被干扰，然后后面勘太员小木那台呢也要被回退一波。哦，是佣兵的小木那台要被回退一波，比较难受。看一下玉林已经贴了过来，手上道具还是挺充沛的。直接交一个护腕。那这个落点的话，其实并不是很舒服，得再交一个护有点急腕才行。了。这个主球不能被抓，还是能够规避掉。那正常救下来，没错。给了26空间，这里的话，军少天还是有牵制道具的。毕竟你刚交完主球啊，那么我这10几秒的话，我就可以，直接转走吧，应该是不想牵制了，想把这个角落这台放掉吗？角落这台关键吗？不关键啊，再交一个白球，是让捏捏会捏得举得更久一点。但其实感觉这一波其实是有牵制，翻板回去，其实主球没好能溜啊，他双弹还是在的呀。对，你如果反弹完还能触发双弹。如果说有牵制机会的话，肯定是要优先去牵制的，因为你牵制的话，外面是3个人在破1。那这波就只能卡着了。如果还想救，想无伤，一个护腕过来，抓到了，抓走了。不光人救不了，可能还要被续节奏。这里8秒能救下来吗？好像有一点机会，有个失望加速，能碰到，掏下来。那军少天这波必须多出时间来。是的，这密码机插的是一整台。3岁已经来的路上了。不过闪现和主球马上就好了，看一下捏捏这个主球架的是哪？架的是窗口边上的这条通道，再一个走位扭掉，3岁来了，一个吸，还有2颗击球点，有闪现直接击倒，闪倒，但是主球还没好，所以3岁这波还有 OB 的机会，还能再稍微帮一下。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满状态，假如能保活佣兵，再交个自愈来扛刀的话，还有点机会的。这波怎么说？负压，还有一个磁铁。这磁铁要骗吗？直接往脸上吸，想控磁，但是身距很近，没办法控，也保到佣兵自愈了。这样没办法续节奏。他们想硬打团，让最后一台密码机不太好被干扰到，但是很可惜还是没有保住。以及捏捏那个闪现确实是太关键了，直接越过了勘太员，直接打倒。是，这里可以修一台新的。看一下密码机，然后把这里给锁起来。但是这里要追远的话，也没那么容易追击。看一下，尝试骗一下。惯性应该得有刀，直接拿刀。那外面的话，2个人已经在抢了。这块板主要还是太短了，很容易被惯性加冲动这么一个组合增加1处给拿到刀。准备控场，想把2台机都控住。是。那求生者的话，道具也可再生，一会儿该扛压还是得扛压。我觉得反而是玉林是现在最危险的，他现在没有道具。他现在反而是需要去补一下道具的角色。你这也看到了玉林。那这地方看一下能不能用主球直接处理掉，能处理掉的话，还有机会回去管密码机。但这里的话是直接过来拿刀了。是直接拿到刀了。现在他追得那么深，想回去，其实求生者就爆点开始互摸了。我觉得不回去了吧。不过玉林那边是交过了自己的一个绝处逢生嘛。他预判幻灯修2板1窗，但是幻灯其实还在给大门压力。是的。击球点不太多了，只有1个。他是能排到幻灯师的位置吗？知道佣兵没自愈的，暂时没看到。他这波来大门手一定会被拉扯，因为明确不挂，那求生者肯定不会在机子面前，也不会给你击倒，找到人追击的机会都不给。是的，主要我觉得他如果能抓住玉林的那波没有绝处逢生吧。对他如果能快速的打倒大门的
远的话还是有机会，但他就一直没排到人，光有耳鸣不而且见人。现在终于是看到了，但是已经是把外面去摸人的时间拖起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3岁还能去破译油罐的那台。对，没错远这里其实不太怕主球的呀，主球你是很难去。哎，就在板前被架住了这一波。然后还想去找3岁那边。那密码机的话，其实马上就要亮好像不啊，能亮吗？直接99亮！想开，求生者这里有2个满状态的3岁，手上还有磁铁，飞轮拉距离，再交一个磁铁，闪现直接打倒，但大门已经在点了。大门应该是很难管得住了，2个人都在大门，而且佣兵这里是满状态可以吃刀的。是的，强行去的话，还有交主球的机会吗？这个距离应该是来不太及了吧？哎呦，没有办法了。那这一波回来只能把3岁给挂上。其实捏捏中期的话还是挺有节奏的。那一波把佣兵打倒以后，如果能快速去找到大门的跳板能运用上，我也能够通过移形去拉近身距。那么移形就绝对不能用来开刀。而且最近其实使徒团登场率确实也是比较少见了。都是杂货商的登场会比较多一些。过去的一个坎，是的。最终使徒是选在了大门。那前锋如果来得过早的话，也会冒一定的风险嘛。毕竟他如果来，那么万一没有 OP 好，可能节奏就会更差，亏损的密码机就更多。直接放猫往201窗的方向去，把过客先逼到大房，然后再考虑要不要能不能找到法罗。这个点卡一下狩猎本能，继续往前走。总不能死抓前锋吧？哎，但这猫还真是咬到了。那他就是咬到的话，感觉有点响了，所以那边选择直接交球。是的，交出一些道具。这样的话，其实，在大房感觉还是有牵制空间的。那前锋是可以通过自己位移道具去找跳板的。不过这个点的话，因为他板子已经清过了，然后前面交球也交的比较多。哎，这个身位很近，被迫拉球。全部交完了已经。是的。那球的话其实交的还是有点快。没错，而且踏板的一个位置是在楼梯外的，应该是他没有第一时间去使用踏板。这个地方能晕吗？不能跳。沉默住，然后再拿一刀。感觉直接架死了呀，没办法去玩跳板了。走不了了，走不了了，直接移形出去，跟上窗，等下一只猫。只能倒得离椅子远一点了。没错。抓前锋确实是一个挺好的想法，是的，这样就不用担心你来 OB 了。而且这一局我觉得是东玄猜到了郭柯会带一个化险为夷。因为他们这把是需要前锋去争的嘛。我们先看一下，把人往外楼梯挂，密码机是接近3台，前锋已经完全没有一个第2次牵制能力了。但这里甚至是有道具的。对，刚才感觉第一波如果说他拉球，吃刀是选择。他拉球往这个地方拉的话会好一点。对啊。上楼。啊，有没有收益的可能呢？哎，又是强锋，到的是前锋啊！这一波强锋非常关键，不然就被 A 晕 A 了。是的，其实感觉刚刚是有机会能守下来的。这边是捡了个道具。下一只猫再用来处理前锋，应该只能留到36了。想让他离大房更近一点，那个地方空了2秒。然后再往中场的方向继续挂。不过这把的话，其实外围空调还是有一个化险为夷的，所以这边他是放好跳板，想要直接过来。没错，那就给东玄一个选择。如果是选择踩跳板，可能人要被无伤了。是的，我觉得把猫拉回来呗。不扯，先卡下血。对。那其实玩具商只有一个化险为夷，有救人风险吧？还好，椅子面前就没太大风险。想找机会 A 晕 A， 但是不给机会。哎呦，还是到了，但是第2段，2段晕。2段晕的话，时间就不太够了。接下来下一只猫还有几秒钟的时间。其实密码机差的不是特别多。捡到了道具啊，一个护腕。这样来看的话，过客因为没有牵制天赋，所以也不太有牵制空间了。但是外面的密码机3台都在补，这里挂飞以后是有机会能够是通电的。
经压好了。对的，直接通电吗？没有，还可以先在等求生者有人去贴一下门口。快到门口了，终于是直接通电。那最后一台密码机在3板的方向，这里东玄是选择往3板的方向靠过来了。这只猫非常的远啊！哎，抬到人方向了吗？不对，耳鸣掉了，但还有底牌。哎呀，行啊！这一行，我觉得这个是出现了一些失误了，大了，但还好，空调这里是没有跳板的，应该是能架住，地窖也不在木屋。对，那等下一只猫吧。这里移行，如果没有出现失误的话，应该是可以直接拦住的，也是大概率也是局。对。非常的两个人惊险。到门。对，那最终双方是在这一局再次打成了一个平局啊。那这样的话也是朱去怕陪跑。嗯。他如果说能够扛到一波勾，其实就是断一波比较大的节奏了。是。所以就很需要移形啊！我勾到了不对的人，我打一刀，然后用移形去赶上那个对的人，这样的话才有点机会。但是选出了路头的话，我觉得求生者再进入追击也行。这把应该化险为夷，还是数量比较多的。这个点位还是选择先去中场压迫一下。看一下这里回忆的点位是往小房拉，但这边钩子出现失误了，卡在板间，没能位移过去。现在就看一下能不能绕到，卡了一下狩猎本能。但这里耳鸣都没有，回头想把逼到中场去。边上被架着两个求生者也没有破译，东玄这里要再次回到小房来进行一个追击。看到这个脚印，他可能怀疑是飞行家可能会追，但只是个哭泣小丑。哭泣小丑啊，其实都不好追吧，哭泣小丑跟飞行家都很难追。但这个点的话是有交攻机会的，勾不到了。他得先补一段，然后再交。我有，直接交到，很精准。但飞轮的话其实还是有刀。没错，没办法进交互点。而且他是比较能辅助队友的角色啊，他不太过来之后感觉有点危险了，得有人帮忙才行。啊，空调这里又推了过来。但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可以选择去换了。是的，直接把空调压在这里，而且空调刚才交过了悬停啊，他刚才是把悬停给交掉了。这里有夹着踩上啊，也没办法，因为他飞轮没了，他喷气面包也在 CD， 那这一波节奏就很难受了，因为回忆是带着化险为夷的，这一波没法救援，必须要让过客或者陶丸过来了。陶丸已经贴过来，肯定要触发化险为夷的。是的。然后另一边要不要绕过去补一下状态？他刚刚是想背包冲过来，用飞轮去卡刀器，或者交一个悬停把人挤开，但他悬停也没有起到效果。这里想尝试一下卡位，血线很急，勾有个强风的机会，怎么说？骗了一手，出刀后摇，强风加喷气面包的组合技，空调拉走了。但是东玄还有4秒钟就有钩子，是，其实感觉还是没有什么牵制空间，因为他的钩子要先好，是，你的喷气背包没那么快。没错，密码机加起来是2台多一点而已啊。现在求生者那边已经是把哭泣小丑给摸了起来，这样的话回忆还可以再来救援一波。看一下，现在的话，因为前期的节奏其实不太好。是的。感觉就算说你能够稳定救了下来，这里还被通缉了，到苦丑了，那很难受啊。现在2阶的一个情况下，看一下回忆要不要提前交推进器呢？只能躲了一手，省住。是的，一会儿给更大的溜轨空间。在震荡，点位给足压力啊，被打断了，多救人，再打一刀。那救下来以后，这个推进器没有 CD 啊，也没办法阻止东玄继续追了，所以他想的是帮忙扛一下刀，扛一下钩子。但是帮忙扛也很难，因为你扛完之后，他手上有移形，是，所以还是能够快速贴近。哎呦，这里极限的一个推进器，不然钩子是能交出来的。但是要牵制出来化险为夷的时间，感觉也是有点压力了。没错，这里差不多。直接交闪，被躲了。直接交闪了。是的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布一下夹子，它有3个夹子的，而且那个点你可以把它架回来2个飞轮，看能不能扛到。
其实可以出钩啊，因为估计小丑也是1/4状砸到头了。但这一波砸头，密码机还是不够，东玄以为够了。他其实可以早点勾的。那我现在把人挂上，求者必须多派一个人过来。对他这个时候也确保空调没办法拉走，他可以直接死抓空调。是，他没排到空调位置，他以为空调往外拉了，但其实是在右边。这里无限勾还能继续拉过去，能看到脚印吗？看到了。空调是没有道具的，没有过来救的，先选择把机子补亮再来救。没错，一勾一刀直接打倒。那这样的话，估计小丑还要过半啊！估计小丑，估计小丑过半了。最后一台密码机90，这一把对于穷子来讲，可能大概率是一个偏向平局的节奏。毕竟东玄在开门战前是把技能给交过了。对他们的话其实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。哎，我这里空了个勾，那个勾。那现在的话，其实技能上面是比较缺乏的。脚印没有看到啊，没有看到估计小丑的脚印，找到了过客。那这里看一下拱门地方有没有地窖呢？有。不过东玄预判成功，他知道过客没有过去，而是在原地等着一个震荡，先布夹子。那这样的话，过客被架在了这个小短板，已经不太好走了。想再来尝试抽一下吗？又一勾，再一夹子，从边上绕，这一个夹子你砸头就必吃夹，非常的难受。那最终也是由东玄在第5局的上半场完成了一个平局。这把的话，他们确实是很想去争一个多。技能应该有其中的一个独到之处。就看能不能发挥出来了。现场的欢呼声也是非常的激烈啊！也希望两边的选看点，但他选到花坛有个更好的地方，就是我把你人打倒在这里，我直接挂住你这个3连甚至4连，穷者直接就没法在前期破1开密码机了。对，而且信和这个位置是很有可能没法在大房破1的，必须要往外拉点去浪费一些，直接冲着火灾的地方走。君少天也是提前往2楼方向拉，走外楼梯，超远距离双重惊喜，说尝试一下看到一个黑色的惊吓标记，板子一下，因为有双弹，所以这一波是可以拉开一个比较远的点的。下楼以后又可以在门口放一个气囊啊，看一下捏捏防，君少天也是很细节，防止一波反绕啊。气囊一交。哎，第2个双重惊喜的第1段是没有拿到，是没有上到惊吓标记的。又来一个弹射，上到了。是的，而且这波有点绕回来上了，绕的有点太近了，实在是。这对吗？但是好像还行，因为没有上到惊吓标记，还是有一刀。不过这里还是有一刀。是，然后再利用这个气囊，这里还能再上一个。现在的话就差一个焰火舞台的。是的。这个地方已经没有飞轮了，所以很难操作了。这个击倒的速度，说实话有点比较快，而且还压住了关键的右半场这边的密码机。这波反绕太关键了。是的。那其实这个追击节奏，其实他那波反绕，我觉得是高手才会被骗到。哎呦，交枪！不让你去交这个时长，但捏捏应该还是得去踢，刚好60。对的，完全。反正他回去的话还会空中飞人嘛。没错，那回收了一个气囊，还有一个26的机会。等于说现在1台半的密码机啊，但是我在这里已经是马上要进入2挂了，从椅子上下来，还有一个气囊，看一下能不能继续玩起来。躲在气囊附近去。躲这个双惊喜，第2颗惊吓标记也上到，再跳过来绕场谢幕被预判了，但是感觉还是能够击倒，帮忙扛了一下，扛了一个惊吓标记，还砸了个头，气囊可以拉回大房。哇，这2个气囊就一直停在这里，君少天感觉弹了太多次了，不过这一波是没有弹射，所以上去也拉不开特别远的距离。下来以后插一个红色的焰火舞台。还在绕，
密码机的话也是能到3台，没错因为它失常完之后其实是只有1台半的，现在也是赶上了3台的进度。不过玉林这边会被稍微赶一下。但是其实前期的一个节奏，因为强者前期的节奏比较差嘛，所以这一波就算拖了很久呢，密码机也没有特别多。那现在的话，看一下是远在这边卡着，毕竟他还有一个化险为夷，如果能触发而且不双倒的话，那其实还是很有机会把技修够的。是的，修到3人盖门战马。这一波已经绕到了脸上，掏了下来，肯定不能让你无伤走。还在卡这个惊吓标记，至少没有被双倒，已经是。不过前面的话还有一个气囊。对。哇，君少天又一波弹射，前面的板子再次利用上。再去双弹一下，没错，彻底拉走大房的一个3连击，只要拉走，即使他淘汰了，那么3连的密码机应该至少能亮1台。是。现在空中飞人已经没了，让谢幕和双击也都在，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打倒慢翻，慢翻上打了2下，上面2个白球，还能翻，但是只能进入 CD 了。是有回光返照的，密码机还差半台。是，但是这里贴着墙，年年还是找到了机会，上到了焰火舞台的惊吓标记。他问题是已经拖得太久了，对于他来说是要去争的。是的，勇者多开了1台，如果说没有多开的话，感觉有机会能4人开门战。但是他们也没想到君少天后面能够突然间顶住压力了。他们也是目标保平嘛，所以说多开1台更保险一点。对的，在绝境之中去牵制了起来。3岁一波香水，然后再接回溯，直接赶翻，再一个飞轮想清空惊吓标记，但没有成功。是的，这样的话直接开了密码机。是的，那看一下队友那边，陆炼师还砸了个头，翻板还能加速再拉。没错，甚至陆炼师还能不能找机会给上一个灵柩反生呢？又翻回去了，今天这里很难击倒，这个短板的绕场羡慕都在 CD， 感觉朱雀的雄者一个一个都在秀啊！他们为了这一场胜利，每个人都在燃烧自己。能打开2个人头，2个雄者出门，那也是恭喜朱雀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同时也是进入我们的下一步，进入了深渊4强。是的。哇，感觉选手3队那边是很激动啊，非常激动，非常激动。我觉得这一把顶住最大压力的还是君少天啊，前期的那波反绕差点就是把节奏给打烂了。是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比赛的赛果。第1场是由 TE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，第2场是由朱雀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没错。那目前的话，其实在左边都是由中国大陆赛区的 TE 跟朱雀来获胜的。是的。2把看下来的话，还是有意外的，然后也有那种很燃的、很惊喜的这种情况出现。是的，看一下目前的淘汰赛的一个晋级图啊。那左边半场已经结束了2位4强的队伍，那右边半场的话就是明天的2局至关重要的比赛了，能不能再往前挺一挺，挺到我们的半决赛，非常重要。明天的赛程，第1场是由 GR 战队对阵 RC 战队，第2场由 MRC 战队对阵 AXIS 战队。也是我相信焦点战，都是焦点战。其实到了这个情况下，每一场都是焦点战了。